你自己没手吗？我手能伸到后背吗？哼哼，相爷的手向来伸得很长，还伸不到自己后背。即便是你没手，你还没有狗腿子吗？我是因为你受的伤。是因为我吗？你是因为自己长得比我高，你自己要长这么高的。要不是你，我不会进藏宝楼。又来了，这狗玩意能把这事翻来覆去的嚼。陆瑶也不客气，手里力道可比前2天重得多。前2天没下手报复，今晚补上也不迟啊！让你得罪大夫，活该你痛。我把他落葬了，你想去看吗？陆瑶闻言，连忙手里的动作轻了又轻，前后态度简直天差地别。你这伤好许多了，我刚刚检查看你的骨头没有问题，痛不痛啊？痛，你要帮我吹吹？忍忍哈，到明天就不痛了。我为什么要忍呢？帮我吹。他感觉陆瑶又要炸毛，骂骂咧咧的了，便又道：不然你别想知道他葬在何处。陆瑶觉得他一定是脑子被砸出毛病了。不，他这个人是一直有毛病，只要是让他怎么嫌弃的事儿，他就怎么来。你不妨再用力点啊，把刚才长的心疤崩裂了算了。苏怀拉起衣裳穿好，陆瑶见状连忙十分积极地跟着他一道出门。前辈安心，前辈的话我会一字不漏地转达给我师父，前辈给的信物我也会交还给我师父。就算那些字字戳心的话不是出自于本意，只是想让他师父余生放下，陆瑶也想让师父余生安稳，至少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叶藏前辈竟然是你师父，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你是怎么拜他为师的？以前是我负责往楼里送餐食的。他自是省略了很多事情，比如最初父母因皇权争斗而亡故，他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是个权势下的小顽宠罢了。他第一次被丢进藏宝楼，原是拿去喂藏宝楼里饥饿的斗兽的，后来为叶藏所救，才得以捡回一条命。从那时苏怀就明白，权势是他这一生必须要得到的东西。就这样？就这样。小时候我爹娘定下婚约的时候，我隐约还记得你爹娘约莫是做官的啊。至于我爹娘是干什么的，我却一直不是很清楚。现在想想，他们应该只是找个好地方悠闲的避世吧。他们应该是江湖游侠一类的人物，但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跟当官的定下子女婚约呢？因是你双亲救过我双亲的命，你父亲与我父亲一见如故。切，你这般性子说你爹与我爹一见如故，还真是让人难以想象。两人就坐在坟前，有一句没一句的聊起来。相识这么久以来，他们哪次不是针尖对麦芒，还从来没有这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过，而且还是聊各自的家事。苏怀先起身，苏怀就一把将他拎起来。我还不想回去。不想回去？是要睡在这里啊？要不相爷先回，我想留下来替我师父再陪陪叶藏前辈。不用替你师父，我明日呢就可以传出消息去，叫你师父亲自来陪你。这件事你不许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我师父。相爷，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今晚还睡在这吗？我去睡觉。你这又是什么毛病啊？你是大夫，看不出我是个什么毛病啊？我只能看身体上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我不看。那你算个什么大夫呀？你自己人格不健全，你还怪大夫？再说一句，我就把你丢出去。陆瑶默了默，只好退而求其次的想，不健全就不健全吧，反正他不用走路也不亏。姬无暇按时出现，来帮陆瑶一起收拾行李。瑶儿，你就带一身衣服啊？你的意思是我一直都别带？
可出门在外换洗的总要有吧？我是说，只带一身太亏了，反正留着也是留着，全部打包带走。然后他就去给陆瑶收衣服了。这些都是相府里裁的。管他在哪儿裁的，反正是你穿的就都是你的，你又没白吃白喝白住白穿他的，你不是还给他留了药吗？你的药千金难求，还值不起这顿破衣服不成？行李太多不方便，还是轻车从简的好。什么方不方便的，我帮你拿。于是乎都用不着陆瑶插手，姬无暇生怕他这也带不走那也带不走，就风风火火地帮他收拾。你还管他死活做事？等他毒发要死的时候，我就去接杀他的业务，他临死之前还能赚上一笔，我会分你大头的。全给你也行，就当是你男人的丧葬费。你以前可不会这么对他的呀，咱们说好了，等你好了以后要干死他的。那就等我好了以后再来干，我若还没好他就先死了，有什么意思啊？说的也是，须得看你狠弄他一弄才过瘾。可我看他现在生龙活虎的，就这么能打，一时半会儿不像要死的人，你完全可以不给他药的。在藏宝楼的时候他救了我一命的，当时横梁掉了下来的时候是他替我顶着的。那也是因为他长得比你高。陆瑶心想，真不愧是她从小到大的姐妹，和她思想保持高度统一。不过她觉得她给苏怀药不仅仅只是因为藏宝楼里他护着她，也是之前交易的一部分，她该遵守承诺。好吧，瑶儿说的有道理，咱们恩怨分明，也不是不讲理。你是要我扛着这2只箱子出相府吗？生怕我不会被他们发现给抓住？本来他就打算低调走人的，最好趁着监宁不在家的时候走最轻松。可姬无暇这么一搞，根本没法低调好吗？你怕是？我先帮你把箱子扛出去，你只要人轻轻松松出相府不就行了？殊不知陆瑶和姬无暇前脚在房里收拾东西，后脚见双就匆匆忙忙跑去苏怀跟前告状了。主子，陆姑娘勾结无回门的贼女，正在房中收拾细软，准备卷了主子的家财逃跑。就这点东西，等天黑以后我来弄走便是。黑虎还能帮忙叼你这药箱。瑶儿，你人先离开相府，后面的交给我。陆瑶心想，他就是个操心命啊，哪能安心离开相府啊？让姬无暇和黑虎后面来帮他搬行李啊？这要是被监宁逮到，而他又不在，那这一人一鸟不得死路一条吗？也不急，今晚你们先走，我明日再离府。我建议还是一切从简，带走我的药箱，其余的都可以留下。那怎么行？大不了我多跑2趟便是了。等我搬完了东西，不用等明天，今晚就带你一起走。阿汝，你可以玩得好。放心吧，他今日便出城。下午陆瑶便若无其事地跟家俊玩了一会儿，叮嘱他以后尽量避开花粉尘埃。姑娘叮嘱我那么多，是要离开吗？就是我不走，你也得记住这些，是对你好的。那我记住了。相爷今儿个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回来陪你，高不高兴啊？陆瑶嘴角僵了僵，哈哈，他真是好高兴啊。苏怀视线扫了眼他房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你的东西呢？摆在外面太杂乱，所以我都收起来了。是不是看起来清爽整齐多了？收到哪里去了？就是一些犄角旮旯里嘛，杂物而已，相爷不提也罢。哦，我也要收些东西。话语一罢，就有火光在院子外面闪烁。眼熟吗？陆瑶眼皮直跳，这个姬无暇不是说稳妥的很吗？啊，为什么他的行李会在狗男人手上？他就差在房顶上大喊一声：姬无暇，你给我下来，给我解释解释。哎，我收好的东西怎么在相爷这儿啊？是见证见双偷去的？你想走？没有。想背着我偷偷走？陆瑶正要否认，他便捻了一只茶杯，突然扬手就朝屋顶上方掷去。
狗贼，我去你大爷的！陆瑶都能听见茶杯撞他脸上的闷声，能不痛吗？真是的，他看甚看呢？好奇心害死猫。再骗我一个字，我先去杀了屋顶上那一双，再听你慢慢解释。我是要走。为何？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我本是各取所需，定下了交易才凑在一起的。如今这交易完不成了，我没能找到东西，但我不可能就此放弃。这里没有，我便去别处想办法。而香烟身上的毒，按照交易约定，须得等我拿到东西以后才能帮你解毒。但东西也不是你故意藏着不给我，所以我也给你留了药，可以助你调理，算是回馈你带我进藏宝楼一场。这2瓶药的用法我都在字条上写明了，另外抽屉里还有几盒伤药，留给你以备不时之需。你今日放我走，等我找到了东西，就算不是相爷助力，这交易仍是算数。到时候我会算着时间回来帮相爷解毒，如何？当初是你主动送上门来，说是我未婚妻的。即便我是你未婚妻，你可有真把我当成你未婚妻过？相爷可别闹了，我是有目的而来，相爷也从来没有纯粹的接纳过我。未婚夫妻不过是逢场作戏，还当真不成？当不得真啊。婚约也是可以解的嘛，我走以后，这婚约就当不存在，我与相爷都自由，怎么样？我这未婚夫，你想认就认，不想认就罢。你当我这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吗？既然你先招惹我，就不是你说就此打住就能打住的。那你想如何？你说我从来未把你当未婚妻。简征，去把族谱拿来，今日就将陆姑娘的名字给添上。啊，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这么重大的事儿岂可儿戏啊？还是从长计议比较好。你不会认真的吧？我若当真了，如何？苏怀，你疯了吗？婚约不是你想认就认，想解就解的。只要我没有松口，你就一日是我未婚妻。只要我的族谱上写下你的名字，你便是我名正言顺的苏夫人。想解约，以前我怎么说的？生是我府里的人，死你背上也得冠上我的姓。你想走，走哪去？你若舍我与别人好，那才是一辈子名不正言不顺。与你好的人呢，那都是奸夫，我会让他不得好死，死后不得超生。妈的，太变态了！那你是想一直把我困在你府上吗？与你在一起随时都有危险，还得面对与你有关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你的老相好还时时刻刻想弄死我，我现在的情况不足以应付。如今你在这儿也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留在这里也是危机四伏，还给你平添麻烦。我既不嫌自己命长，也还给相爷一个清静，不好吗？你要去找东西啊？上哪找啊？不知道，反正何处有消息就往何处去，说不定还能找到别的法子。可有我的消息快。这玩意儿葫芦里又卖什么药啊？你的消息可有我的消息快？那确实没有。我会帮你去打探，如果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让你知道，也好清楚该往何处去找。没有什么法子比你留在我身边能更快更准确地知道天下各地的消息。陆瑶，我会帮你找。陆瑶有些失神地望着苏怀的眼睛，他眼睛半是认真，半是情深意重，还与从前一样，但就是总有什么地方变得不一样了。藏宝楼里的空盒子我也会去查，我会弄清楚是谁拿走了里面的东西，说不定东西还留在那人手上，我会去给你拿回来。还有一点陆瑶知道，只要是他说出口的，苏怀就一定会做到。只是陆瑶万万没想到他能听到他这么说。你许诺我这些，
相应的，你想要什么？你知道我想要什么？瑶儿，你管他想要什么，别答应他。你若是答应他了，就得一直留在这贼窝里了。我们江湖儿女向来放浪不羁，爱自由，你岂能被这狗贼束缚于此？你今日若是走出这扇门，我便将你的好友、你的好鸟杀了，再将你双腿摘了。大家都累了一天了，要不先吃饭吧？你应是不应？你先容我考虑考虑，等吃完饭再说行不行啊？那你考虑着，我先去把房顶上的杀了，再回来问你。啊，你这是跟人商量的态度吗？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吗？你这是威逼强权。苏怀扶开他的手，刚走2步，陆瑶开口又道：我且应你。苏怀顿住脚，回眸看他，他道：我且应你，行了吧？他妈的，这狗玩意儿狗起来还真是不分地点场合。屋顶上有人，院子里都是人，门还大开敞着，这是要表演给他们看吗？妈的禽兽，放开我家瑶儿！这是恨不得满院子的人都知道吗？事实上，这房门大开着，院子里的狗腿子们想不看见都难。苏怀简直就像是一条被饿了8辈子的恶狗一般，咬着他的下巴，埋头在他颈边乱亲，又一口含住他耳珠。贱男人，你忘了你还有内伤了，你身上还有毒没解？有本事啊，你让我内伤复发，让我旧毒爆发。苏寒，你不是说你一里就将我弃了吗？如今却又千方百计的留我，是为何？翌日，瑶儿，那狗贼有没有把你子？只是怎么样3个字还没说出口，就直接卡在喉咙里了，差点噎着他。原本洁白光滑的皮肤上全是深浅不一、绯红旖旎的痕迹。我呸！真是便宜死那狗贼！你眼睛怎么样了？别提了，痛死老子了！我来找你拿药。药都在我那院子里，你跑这里来拿什么拿？我又不识得你那些瓶瓶罐罐，而且我总得来看看你被那狗贼掳去到底怎么样了嘛？是他睡了你，还是你睡了他？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你睡他，那是你高兴想怎么他就怎么他；他睡你，就是他想怎么你就怎么你啊！你还懂这些？江湖人哪能不懂？那先是我睡了他，然后他不服，我睡了我吧。这事儿真要计较起来，陆瑶觉得自己有点亏。他睡狗男人时才没多久就睡完了，可狗男人睡他时却折腾了那么久。我跟那狗贼势不两立，但他又是你未婚夫，真他大爷的是造化弄人。以前我还指望着我俩联手弄死你男人狠赚一笔，可如今看来你俩都睡觉了，这事儿多半是泡汤了。你要是有手段呢，你可以弄死他，我不插手。但你要是被他弄死，我帮你。不愧是我的手足好姐妹。不过你若是当真稀罕他，姐妹我也不能让你守贞寡。你真不走了？真要留在这相府里，待在他身边？他昨日说的你不都听见了？他哄你的，甜言蜜语谁不会？迄今为止，只要是他答应过我的事儿，都做到了。如他所说，他权大势大，眼线遍布，连黑市都进得去，还搅得江湖人到处追查你。还有谁能比他的消息更灵通呢？姬无暇不可否认，单凭你我之力，没有他朱莉来得快。话是这么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问你是怎么想你那狗未婚夫的？能怎么想？你都跟他睡觉了，怎么能不想？
昨晚嘛是想了想，他这身份这皮相，谁都想白嫖，这事我不亏。我居然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那狗贼平日里嚣张猖狂的很，你把他睡了，夺他清白，你既享受了，你还赚了。他想，在吸纳他精元气的时候，他确实挺享受的。你以后真要嫁给他吗？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瑶儿，你是不是爱上他了？我爱他，那你肯定也是喜欢他。他想的是，好姐妹要是不喜欢这狗贼，怎么会让他碰呢？又怎么会跟他睡觉呢？我嫌弃他，只是嫌弃归嫌弃，他也明白，苏怀并未对他不起过。如若他是苏怀，心狠手辣惯了的，突然有个香眼丫头登门说是自己未婚妻，自己也不想认。他与苏怀初次见面本没有感情基础，他有他的目的，他也有他的野心，两人互不关心在意对方的死活，这是常情。苏怀没有对他痛下杀手，放任他自生自灭，而他呢，凭自己本事化险为夷，一直以来也无甚怨言，因为苏怀本就不欠他的。难怪主子不让继续找医圣弟子了。据剑霜得回来的消息说，那医圣的嫡传弟子是个女的，而且行迹在京都出现过。剑征再回想起陆姑娘给过他的药，想起陆姑娘在黑市买的那套刀具，再看看房里陆姑娘给主子把脉的光景，大约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吧。但剑霜表示不理解。那陆姑娘既然还给主子把脉，这几次疗伤也是她在做，好好的莫大夫在那里不去请来，怎么让她来啊？万一不靠谱，把主子给弄不好了怎么办？你去问主子。剑霜哪敢去问啊？现在这陆姑娘正得宠，要是被他给挑拨离间，最后吃亏的不还得是自己吗？这毒应该是苗疆那边的东西，苗疆称它为紫蜘蛛，在中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烟华。这毒呢，靠吸附血管汲取养分，会越养越大，待侵入人心脉时便无力回天了。这烟华初时不易察觉，但短短3个月到半年之间，它就会盘踞人周身，颜色越发紫，越能判断这毒的发展阶段，到最后浑身气血都会干枯殆尽。而你的情况有些特殊，你本身可以运功力压制它的生长蔓延，再加上有真兽血引养着，能撑个3、5载的。现在还要去请莫大夫吗？剑霜冷哼一声，这毒你是怎么弄的？早前往南疆平叛弄的，回来才发现中了毒？当时就发现了，他们拒不交出解药，主子就把苗疆灭了。难怪这些年都不怎么听到那边的消息了。你这个情况毒已经发展到末期了，再撑个1年半载都是多的。还请陆姑娘施以援手，救救主子。我一时半会儿也不能给你全部弄好，先调理吧。相爷真没几个月可活了，我劝相爷还是惜命。你若自身强，他尚且还能受你的压制，可你若自身有损，他立刻就能反弹疯窜。你会让我死吗？你自己要死，谁也拦不住你。你再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看看，看我能不能救得回你。才跟你说了，你就又乱来是不是？我要跟你同床共枕。以前没有我的时候，你是怎么睡过来的？是我求着你来找我的吗？我若是知道你是这么个德行，谁要来认你？我白送。你想把我送给谁？相爷不知道吗？经理想跟你睡一觉的女子排起队来，能让京城京都3圈呢。那你去挨个问问他们，看他们要不要。你生要跟我睡一张床，死要跟我躺一个穴。别人怕是没有你这么耐受，床没睡着，早早的就躺穴里了。你一共有几个师傅？你不是已经去查我了吗？还需要我告诉你？凌霄救了你，他应是你第一个师傅。你是医圣的嫡传弟子，又善音律，在音律上唯有行渊的造诣出神入化，能堕人成佛，亦能诱人成魔。你深得他真传。医圣已年过半百，年纪上大过行渊，
在藏宝楼的时候，有听你说医圣是你二师父，那邢渊便是你三师父。我说的对吗，银烛公子？路遥无言，他不得不承认，这狗男人的狗脑子是举一反三转得快呀。就这一碗啊，剩下的你就不能喝了。那是给谁喝的？是给陆姑娘的。近来她对你这么好，娘不知该怎么感谢她，便想请她吃甜水。那一会儿我给陆姑娘送去。这是什么？加些糖粉，更香甜些。方才你也喝过了，如果陆姑娘再邀请你喝，你千万不能再跟她抢了，知道吗？总共就这么1盅，你要是喝了，陆姑娘就没得喝了。我知道了，我不会喝的，都给陆姑娘喝。好孩子，这是娘从后厨拿过来的。陆姑娘若是问起，你便如实说是后厨做好的，可不能骗陆姑娘。你也不能在陆姑娘面前提起娘。之前娘因为你的事误会了她，娘不想惹她不高兴。你可一定要亲眼看见她喝下去，再回来告诉娘，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到了陆遥院子里，家俊就雀跃地喊道：陆姑娘！是什么？给陆姑娘送的甜水，可好喝了，陆姑娘尝尝吧。你尝过？我喝了1小碗。那我且尝尝看，看看究竟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喝。揭开盅盖，那迎面拂来的气味就让他挑了挑眉。这汤谁做的？后厨做的。那是谁让你送来的？我娘之前有事情惹得陆姑娘不高兴，她想感谢娘，但又不让我提她。原来如此，你娘真是有心了。陆姑娘还生我娘的气吗？我生她气做什么？横竖她也没有对我造成什么损害。随着陆咬便咬了2条羹，淡淡吃了2口，说道：味道确实不错。味道不错，那陆姑娘怎么只吃2口就不吃了呀？我吃过晚饭了，你这会儿送来确实不宜多食，不过你娘的好意我收到了。要是陆姑娘实在吃不下的话，我还可以帮一帮忙的。这个你不能吃。为什么呀？吃了要你小命，你信不信啊？这汤里的烈性药，他一个小孩如何能承受啊？这甜食固然美味，可夜间食太多不易消化，还对牙口不好。以后你若蛀牙了，疼起来要命的。家眷也听得进去。那我不吃就是了。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那陆姑娘也早些休息。如何？陆姑娘吃了吗？陆姑娘吃了一些，但是没吃完。管她多少，只要吃了就好。那药可是药性最烈的，别说是人，就是一头马、一头牛，也足以让其发疯发狂。人要是沾上哪怕一点点儿，能有他好受的。马大娘安排家眷回房里睡下，她便匆匆往外去找去后厨。后厨还有人吗？陆姑娘叫去一趟，许是想吩咐做夜宵。启禀相爷，陆姑娘的院子里有动静。什么动静？那人着实没胆，说道：奴才不敢说，还是相爷自己去看看吧。结果还没有踏进院子里，见征见双就先听到了房里的动静，不由神色唰的一变。他们能听见，主子定然比他们听得还清楚，就是没亲眼看见，也晓得里面正在上演什么。把门卸了。两人就听命把房门给卸了。把门卸了。两人就听命把房门给卸了。顿时里面的光景一览无余。这虽是陆姑娘的院子，陆姑娘的房，但床上的一双男女却另有其人。男的背着身暂时看不到脸，马大娘的脸却是看得清清楚楚。他听见房里的说话声，冷不防抬起头来，看见苏怀时，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整个人吓得抖如康筛。相爷救命！相爷救命！是他强迫于我，辱我清白。去叫些人来。不要，相爷不要！
去看看，家俊睡了吗？马大娘面无人色，她万万没想到，今晚本应该是把陆瑶捉奸在床的，结果却变成了她自己。家俊睡意惺忪的被领到这里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抬头一看，就看见了他娘跟个男人一起没穿衣服。娘，你为什么在陆姑娘的床上？你们在干什么呀？你别管，你快回去，这是大人的事。相爷，有人欺负我娘。你别过来，滚！你滚啊！过来，看仔细些。你娘是在受欺负吗？你若觉得她是在受欺负，我允许你杀了这个欺负她的人，不怪罪于你。家俊小脸煞白煞白的，呆愣愣的站着。相爷，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他还只是个孩子。大人做这样的事，让个孩子在跟前看着，这叫什么话呀？这么变态啊，确实是相爷才干得出来的事儿啊。莫大夫看了看旺儿的情况，若不加以干涉，再这么放任下去，他恐怕得活活被身体的欲火给烧死。于是乎，莫大夫当即取出银针，往旺儿的后背穴位扎去。是他害我，是他害我。等旺儿慢慢恢复神智以后，才意识到什么情况。相爷饶命！相爷饶命！他不仅睡了陆姑娘的床，竟还和府中妇人在此淫乱，被抓个正着。奴才全然不知道怎么回事，相爷明察，奴才万万不敢冒犯陆姑娘寝屋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年来我在府上安分守己，从没有传出过与谁有私。即便是我与谁有私，也万不会明目张胆的在这里发生。我何尝不是受人陷害？我一进来就闻到了这房里有异香。对，我也闻到了。可是这香味儿，是好香啊，有安神宁心之效，闻之令人安然放松，也不至于激动成你们这样啊。而后莫大夫又去闻了闻桌上的钟，症结恐怕在这里。马大娘不再作声了，旺儿也低直着头，眼神躲闪。旺儿偷吃了钟里的东西，他当然心虚。这种东西谁送的？怎么会在这房里？不知。奴才来的时候他就在了。所以你一时嘴馋全给吃了？奴才在后厨听见有人说陆姑娘要吃夜宵，奴才才来这里听候差遣的，其余的奴才什么都不知道。相爷，看来得弄清楚到底是谁送的这种东西了。这甜水是娘做的。你在胡说什么？娘说想感谢陆姑娘对我的照顾，让我带来给陆姑娘的。陆姑娘只吃了2口，剩下的就放着了。你说她吃了？她吃了，但她不让我吃，说会要我的小命。他明白了，他娘不让说甜汤是谁做的，也不让他在陆姑娘这儿多吃一口。原来他娘不是想感谢陆姑娘，而是想害她。家俊话才说半句，苏怀便转身离去了。主子一走，只好由剑争剑霜处理后续。都是长公主让我干的。自打我家那口子为救相爷牺牲以后，长公主就找上了我，让我隔段时间便将相爷府里的情况告知。长公主高高在上，我无法不从。好在长公主只是想更加了解相爷，没有让我做什么加害相爷之事。你是相府的人，因你先夫救相爷有功，相爷一直待你们母子不薄，而你竟是吃里扒外，帮着外人做眼线。你以为相爷不知道吗？长公主金尊玉贵，相爷权势滔天，我以为长公主与相爷迟早是金玉良缘，如此我帮长公主到最后也是帮的主母夫人。可不曾想来了一个陆姑娘，若不是她勾引相爷，长公主也不会要我对她下手。她是如何吩咐你的？药是她给的？长公主让我不管找谁，毁了陆姑娘便是。相爷这般洁身自好，定也不会为了个不干不净的残花败柳而驻足停留的。我勾引相爷，
我与他有婚约在身，如今天下皆知，名正言顺，何来勾引？长公主与相爷可有婚约？可有海誓山盟？可有私定终身？别说没有，如若是有，那他也是个后来插足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他若心悦相爷，何不早在我来之前便堂堂正正地说出来？何不为自己争取一番？是放不下他的公主身份，还是放不下他的皇家骄傲啊？莫非他还等着相爷来向他表明心迹，求娶他不成？以前我没来的时候，相爷就没表示，现在我都在这儿了，那他还不得等到天荒地老去？他抹不开面子，放不下身段，说到底对相爷的心意还没有他的身份重要。既然他自己要不起，怎么还不允许别人履行婚约了？他心里明明觊觎的要死，面上还得做出一副不甚在意的样子来。可是若想动他觊觎的东西，他就极度扭曲的发狂，要把别人除掉吗？马大娘明白，相爷待他终究是不同的，还没有哪个女子能在他这院子里宿夜，更没有谁能披他的衣裳。原来昨晚他不在自己的院子里，而是跑到相爷这里来了，害得自己成了全府上下的笑话。既然你与长公主有联络，你不妨替我转达一下，我谢谢他。至于你恨我，完全没有道理。我未曾害过你，也未曾亏待过家君。他如今待你，却比待我这亲娘还要好。昨晚他为了你，还亲口指认了我这个亲娘。你见不得别人对他好，那你利用他做了什么？你利用他对你的信任去达成你的目的。他到了记事的年纪了，这件事会伴随着他以后，直到他长大成人，他都还会记得。你以为长公主把你当得力助手，那能引起家眷哮喘发作的麝香非寻常人家之物，那香囊的料子乃宫中织造锦缎，只要能嫁祸到我头上，你儿的性命何足挂齿？你骗人！相爷，是他说的这样吗？这事陆瑶后来进宫才弄清楚的，不过他都能弄明白，苏怀又岂会不知道？把他送去流云宫，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好好问问那里的人。出现在相府的那个麝香香囊，险些害得我儿性命，是长公主准备的吗？你说有话来传达，便是来问我这个。说着，长公主挥挥手，让人把她带走。马大娘眼下见她态度，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陆姑娘叫我转告长公主，她说她谢谢你。长公主顿了顿，马大娘便将陆瑶所说的那些话逐字逐句的道来，听得长公主神情莫名。哼，今晨我被带去相爷院里审话，亲眼看见陆姑娘与相爷同宿一屋，陆姑娘身上还穿着相爷的衣裳，普天之下恐怕只有陆姑娘一人能得相爷这般对待。他们早就在一起了，相爷一回府便找陆姑娘，两人同进同出，琴瑟和鸣，想必好事将近。到时候相府办喜事，长公主还能去喝杯喜酒。把她弄走，莫要留人口舌。工人一听就明白了，必然是会处理得干净利索一些。只是他知道是一回事儿，听马氏亲口说他二人有多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苏怀把马氏送到他这儿来，就是来打他脸、羞辱他的吗？陆姑娘，我娘是不是也死了？相爷只是把他遣走了。那她去哪儿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我娘？你娘呢，把你托付给相爷，让你在府里安身立命，长大成人。等你长大以后，可能会再见吧。是我娘做错了，我代我娘跟陆姑娘道歉，姑娘别生她的气。陆姑娘来了。没想到王爷远赴他国也这么的财大气粗，还包下整层楼啊。特意与陆姑娘一叙，我是十分郑重而有诚意的。之前答应过靖王一曲，靖王带钱了吗？这是我家王爷的钱，除了王爷自身，还从未允许他人谈过。
姑娘，你可是第一人呢。你这么说，那我怎么好意思谈啊？既是王爷允许的，我娘就谈吧。这是你家王爷的贵重之物，我怎么碰得？我不谈了。姑娘不谈了，那他家王爷不就听不到曲儿了吗？那岂不是他的错？对付像他这种狗腿子，陆瑶尤其在行。你这秦恩不得了啊，好似碰一下就跟掉你块肉似的，那不碰就是了呗。陆姑娘还是谈吧，王爷专程带来给陆姑娘谈的。哎，我可不想当什么第一人啊，要不你来当？好秦配知音，陆姑娘当的。靖王快别这么说，我若跟靖王都能称得上是知音，你的随从们肯定又觉得我占你便宜了。陆姑娘总归是应该赠严某一曲。我又没说非得弹琴，今天我想弹琵琶。去就近买把琵琶来。随从立马就风风火火去了。上次临终一别，陆姑娘后来还好吗？这话应该我问靖王。靖王身体还好吗？我还好。陆姑娘没被侍卫抓住吧？托靖王的福，要是靖王再晚放我一步的话，可能我就被抓住了。靖王这清誉也得在我手里了。某的声誉倒是其次，主要是陆姑娘有惊无险就好。不过陆姑娘毕竟是相府的未婚妻，想来苏相也会尽力维护的。我见那晚靖王被药得不轻，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身体可有受损。我听说中了那种药不及时疏解，以后可能都举不起来。这就不劳陆姑娘费心了，是与苏相相处久了的缘故吗？陆姑娘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王爷真会说笑，不过是话赶话说到这儿罢了。他可知你今日来赴我约？就他不知道的，估计我前脚刚踏出相府大门，后脚他就收到消息了。他应该正盘算着怎么捉奸呢。质子这是打算向我墙角吗？苏怀刚刚一脚踏上台阶，楼上便传来一段琵琶弦音。苏怀好歹也听了不少他弹奏的曲子，他弹的正常的曲子和诡谲的曲子一听便分明。既有人包场听曲，那就堂上坐。王爷当真要听？当真要听。大王爷可听好了。而后他那琵琶乐声便从他指尖倾泻而出。后来一曲还没完，靖王就感觉到了不适。主子，这琵琶声着实难听啊。这是你们王爷要听的，这一曲还没完，才去一半，难听也得忍着。陆姑娘是不满某相邀，所以这一曲才这般让人难以消受。哪里话，我记拙，可王爷非要听，就只能是这个效果了。记拙可弹不出这曲子，让人耳朵难受很容易，可要让人心里难受也是一种本事。弹得不好，在王爷这儿也能被夸是本事，我真是受宠若惊了。献丑了，王爷可还满意？不愧是陆姑娘，让某大开眼界。大家没听够的话，今日我还可再赠一曲。不用了，我们听得够够的了。那我就先告辞。王爷这是何意？陆姑娘以曲声待舞，我赠玉佩谢之，还请姑娘收下。陆瑶心想，他倒是敢给，可他也不敢收啊。王爷的东西一看便价值不菲，还是不要送我了。陆姑娘当的，礼尚往来实属平常，收下吧，不然某就心中有愧了。陆瑶明白了，这玩意儿就是要他收他的玉佩，好回去给奸佞看见，误会他俩有奸情。这时楼梯间有脚步声上来，他低头一看，见靖王一只手指居然勾住了他的腰带。靖王，你礼貌吗？真好看。什么真好看啊？哎，你这人真是，相爷，我都说我不要他东西了，他非得系我身上。靖王无语了片刻。陆姑娘太虚张声势，此地无银了些。我与陆姑娘知音难求，约见于此，她赠我佳音，我赠以环佩，也是应当。质子觉得约见有夫之妇很应当。她尚未与苏相成婚，
质子这是打算向我墙角了？苏相此言诧异，婚姻之事讲究你情我愿，一切还以陆姑娘的意思为主。倘若她不愿意跟我，愿意跟质子，我今日就可以原地成全你们。陆瑶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了，是今日就让他们原地一起死吧。靖王爷，你我并不相熟，只不过见过2回，就别开玩笑了。我是真将陆姑娘视为知音知己。苏相这是何意？质子撬人墙角，勾引人妻，你却问我何意？他对苏相而言就这么重要？当然重要，质子不妨多打打他的主意。重要个屁，他正愁找不到好理由干死你呢。别打了行不行啊？至少别在这儿打，这地方小，伤及无辜多危险啊。苏怀看他一眼，我们不是在为你打架吗？你无辜吗？他抬起头来看着苏怀，火气也是蹭蹭上涨，突然把手里的琵琶直接朝他砸去。为了个奸夫，你要跟我动手？靖王还不待幸灾乐祸，陆瑶扯下腰间玉佩，直接朝他那张俊脸砸去。靖王捂了捂额头，陆瑶将落在桌面的玉佩又一把扫回手里。既然王爷把这玉佩赠我了，那我不收也对不起王爷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打要杀继续玩，老子不奉陪。陆瑶从楼里出来，外面阳光灿烂。结果陆瑶还没能走到相府呢，后面马车追上来，停也未停，里面直接伸出一只手来把他拎上，拖进了马车。你们背着我私会也就罢了，你给他弹琵琶，还收了他的定情信物。哈哈，我背着你跟他私会，你就跟条狗似的，大老远都能闻着味杀过来，我能背得着你吗？我还以为我前脚刚坐下，你后脚就会来了呢。怎么我们都快私会结束了你才来啊？我们真要是干了什么，你岂不是都错过精彩瞬间了？我在楼下听见你给他弹琵琶了。在楼下听有什么意思啊？你应该上楼来听。你要是还想听的话，等回去我再弹给你听啊。东西给我。什么东西啊？定情信物？这是他赠我的，又不是赠你的，我为何要给你啊？话音一落，苏怀伸手就来硬取，陆瑶彻底窝火炸毛了，抬腿就踢他。他空出一只手来捉住他的腿，陆瑶一时挣脱，两人扭缠在一处。剑霜原本驾车驾得娴熟稳当，但也架不住马车里的人搞事情了，车身是左晃一晃右晃一晃。剑霜终于明白为什么从公署出来的时候剑征不跟他抢差事了，他怀疑陆姑娘在车里跟主子打起来了。不是怀疑，分明就是陆姑娘一直在骂主子，主子也不还口，还从来没人敢说主子是狗的。后来突然剑霜听见啪的一声掌掴声，吓得他拿马鞭的手都抖了一抖。紧接着马车里除了呼吸声是一片诡异的安静。剑霜心里有点复杂，主子终于还是忍无可忍，动手打了陆姑娘。主子可当真下得去手，这就不怕陆姑娘不要他了吗？毕竟上回陆姑娘就想背着他偷偷走呢。结果下一刻剑霜就听主子情绪不明的徐徐道：你敢掌掴我？剑霜害得差点从车辕上栽下去。马车里陆瑶手心里火辣辣的，见苏怀那张妖孽般的脸上赫然呈现出一个无指印儿，方才一激动他就往他脸上招呼了，一招呼完陆瑶立马就冷静了。奸佞总归是奸佞，还是不该这么冲动的。你痛不痛啊？要不要我帮你吹吹？吹吹就不痛了。狗男人一时没有动作，他便再接再厉，坐到他怀里去，抱着他顺他的背，又道：别生气别生气嘛，方才是你抓我太紧，我抽回的太用力，才不小心挥到你脸上的。我抓的是你的腿，抽我的却是你的手。别在意那些嘛。狗男人掐他腰上的手用力的恨不能将他掐成两半截。
是你先说什么定情信物的，我与谁定情啊？不过就是我弹琴让他不舒服，他才故意塞我这玩意儿让我也不舒服的。你若真是因为此物跟我闹，那才正中他下怀呢。你为什么与他见面？之前在皇宫我答应过他赠他一曲。你为什么要赠他一曲？当时我再不应就该被侍卫捉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我身体恢复，也不至于这么处处受限。结果话音一落，陆瑶只觉得眼前光景一转，紧接着他后背往软椅上一撞，就被狗男人给掐着腰压在了身下。你打了我，你以为我这么好哄就算了吗？你不会是要打回来吧？话音一落，苏怀就动手扯掉他的腰带，直到他衣襟散开，狗男人来啃咬他时，他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要逞兽欲。禽兽玩意儿，回家闹行不行啊？剑霜目不斜视的下车，可也听见了布料撕拉一声被撕碎开的声音，他顿时头皮一紧。啊，剑征，你在哪儿？他心里正愁苦的念叨着，然后就看见剑征居然真的出现了，正骑马从对面跑来。剑征，你来了，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主子，有紧急军报。马车里又安静下来，陆瑶被压在下面，裙底裤子都给这畜生撕了，裙摆堆在腰间，衣襟散乱。过了一会儿，苏怀还是从他身上起来，一件件拢好他的衣裳，又理好他裙摆，系好他腰带，送他回去。陆瑶躺在车里，依稀听见剑征惊疑不定的在问：主子脸怎么了？剑征也是着实吃惊，下意识就脱口而出问了这么一句，结果一问完就后悔了，因为主子脸上的五指印实在是太显眼了，这还用问吗？明显是被人甩了耳光啊！还有谁敢甩主子耳光呢？你看不出来我怎么了吗？冲完澡回来，他一上床便将陆瑶翻过来，管他睁着眼闭着眼，埋头就吻他。陆瑶闭着眼也不张嘴，狗男人便捏着他鼻子，看他能憋多久。他压根就没睡着，狗男人也知道他没睡着。睡醒了吗？脸还痛不痛了？你还关心我痛不痛？当然关心了。你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我痛不痛？哎呀，有时候难免会有点肢体冲突嘛，但我事后感到后悔，真的。事后想起来，他横竖都已经打了，当时就该用力一点，都怪自己前怕狼后怕虎的，哎呀，发挥的不好，怎么能不后悔呢？他再度吻上他，吻得又紧又深，火热缠绵。陆瑶有些招架不住，陆瑶竟然去见别的男人，竟然有人想撬他墙角，也不看看他是属于谁的。你觉得那云金质子好吗？他哪里好了？这男人约莫是受了刺激，他能感受到他的情绪有比较大的波动。我没觉得他哪里好。你喜欢他吗？我为何要喜欢他？那你爱我吗？陆瑶与他对视，眼神动了动，忽然却说不出话了。你若想听我说爱你，倒也容易，以往不是常挂在嘴边吗？你以前张口闭口就想骗我，如今是不是不舍得骗我，所以就不肯轻易说了？陆瑶勾下他的头，亲亲他嘴角。苏怀反客为主，压着他狠狠撕磨亲吻，又掐着他的细腰极尽深沉的撕磨。陆瑶感觉他是恨不得把自己给碾碎了。以前他是想弄死自己，如今依旧是这个想法，只不过是手段变了。苏怀，没多久，他就得逞地将苏怀的精气引出，他纳入丹田，顿时神清气爽。也不晓得半夜是什么时候睡的，
陆瑶感觉还没睡一会儿，屋子里就有一抹光亮缓缓亮开。大晚上的点什么灯啊？我看不见。你瞎吗？我瞎，你能起来给我治治吗？陆瑶睡意惺忪之际，感觉狗男人拿着他的手，然后塞了个什么东西进他手里。他手指动了动，好像是笔，他给他笔作甚了。紧接着他握着他的手，他的手腕处好似接触到了纸。后来总算又睁开了眼，这一看，果不其然，苏怀捉着他的手，他手里被端着笔，床边铺开一本册子，他正手把手带他写字儿，眼下才将将写了个陆字。你在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在干什么？陆瑶飞快地扫一眼册子上的内容，顿时眉头直跳，另一只手又往前翻翻，上面载的是他苏氏族谱。狗男人趁他不备，居然给他添名字，就添在他名字一旁。写了个陆字以后，陆瑶就不写了。苏怀硬是强横地把着他的手，继续一笔一划地往上面添。陆瑶使劲地与他争，这个咬字也写得异常的艰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这个意思。既然你是这个意思，何必偷偷摸摸趁我睡着的时候写啊？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不干。你这样强行写的有什么意义啊？怎么没有意义了？至少让你知道，你是我上了族谱的未婚妻，不管有没有举行婚礼，将来你都是我的妻子。家族在前几代上海人丁兴旺，到了我这辈呢，便只有我一个人。往后靠你与我多开枝散叶，族谱也会越来越厚的。往后你跑到哪儿，你都是我的人，你再与任何人在一起，那都是名不正言不顺。陆瑶，你只能与我在一起。还想开枝散叶呢？我这身体不易受孕，你是知道的。你真要与我在一起，你就等着断子绝孙吧。这么说来，让你与我一起，大概是我做的唯一一件善事，免去别人断子绝孙。苏怀将族谱放在一边，掐灭了床头的灯，就重新躺下，把陆瑶拽进怀里抱着。陆瑶心里还盘算着，等狗男人睡着了，他再去把族谱载他名字的那一页给撕了去。是不是激动的睡不着了？我就是换个姿势，你怎么还不睡啊？我激动的睡不着。郑建双以及府里信得过的一些自己人都知道陆瑶是他们相爷亲自上了族谱的女人，往后陆姑娘会是这相府的主母夫人没跑的了。府里上下呀，得罪谁都别得罪陆姑娘。哼，千依百顺善解人意的女人，主子不喜欢，偏喜欢骂她扇她巴掌的。是不是以往没人敢这么干，所以主子觉得特别新鲜？你去问主子。像主子这种所向披靡的人，大概多少有点受虐的喜好的。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估计说的就是他这种。瑶儿，你完了，被他给缠上，以后想摆脱都麻烦。你是来给我添堵的吗？瑶儿，你误会我，我明明是来帮你分忧的。可能他以前见惯的都是些扭扭捏捏的大家闺秀，从没见过你这样的江湖女子，所以你才让他感到新鲜又刺激。我也觉得事情的发展是越来越新鲜又刺激啦。啊，你这是给我分忧的样子吗？我是真想看看那狗相爱你爱得肝肠寸断，而你又对他不屑一顾的样子。瑶儿，你可千万别爱他，就让他爱你，让他不顾一切飞蛾扑火的爱你。等他爱入骨髓的时候，你再狠狠无情的将他抛弃，让他痛彻心扉，爱而不得，真是想想就很爽。哼，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吧？虽然我恨不得摘了那狗贼的脑袋，但不可否认，瑶儿你若能征服那种有钱有权、脸好心狠的男人，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没有成就感。我有。苏怀看着这蹲在地上的宫女儿，
模样倒是比其他宫女生得好，有几分当初花魁的形似。不过花魁的楚楚温柔她没有，倒是天真的很。你在换洗丝还习惯吗？阿焕回过神来，目露感激，点了点头。往后想一直在这里洗衣服倒也不难。他抬眸看了看远处，若想走得更远，可以选择再努力努力。没等苏怀抬脚走开，阿焕便急切地抓住他的衣角，仰头望着他，满眼都是渴望，一直用力点头。他想努力，他也会努力，他不想留在这里洗一辈子的衣服。傍晚斜晖洒满院子，阿汝在铃铛的搀扶下，一手捧着隆起的肚子，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跨出门口，到院里来透透气。姑娘小心些。再有几个月，她便能生下这个孩子了。到时候带着孩子离开京都，往别处过安宁日子去。姑娘先靠一会儿啊，姑娘的汤炖好了，我去给姑娘拿过来。这时，突然有人叩响了院门。阿汝想当然的以为是陆瑶来了，因为只有陆瑶知道他的住处，再者就是他的朋友知道。但那位朋友通常不走出门的，都是翻墙进出。等等啊，马上就来。他从躺椅上起身，扶着自己的肚子走到门边，拨了门栓，打开了院门，抬头就笑道：陆姑，日子倒是过得快哦。相爷。他蓦然明白，就算是瞒得过天下人，也终是瞒不过眼前这位。他或许一直都知晓，只是一直没出现罢了。白天的时候，陆瑶出了一趟相府，回来的时候神色不定。他一直在等苏怀回来，可今日他晚归，比以往都要晚。苏相怎有空到我这里来？找你要样东西。找我要东西？苏相想要什么东西？灵犀角，刻在你手上。难怪我听说，这些日苏相在查内务府的记录，原来是在找灵犀角。苏相要那东西有何用？你只说有还是无？当初我母亲心事，我夜里惊觉难安，身子也虚弱，便听太医说，灵犀乃世间良药，可稳心安神，遂宜调治我的情况。我想起仪真园倒是有只灵犀角，便取来用了。灵犀珍贵，当时我听说是最后一只了，便也没舍得用完，还剩了一半。怎么，苏相也须得用到那东西吗？在何处？这珍贵之物，我自然不会随意存放。苏相想要，你如何肯给？这是你这些年来暗设朝政，拉拢朝堂，如今又勾结长标的政务，换你那半只灵犀。长公主看着那锦盒，她知道苏怀说里面是她的罪证，那便不会有假。我若不肯换，苏相打算把这些交给我皇兄吗？皇兄知道后固然生气，可我总归是他在这皇宫里的最后一位胞妹，大不了皇兄将我关几年禁闭，还会要了我的命不成？而苏相要灵犀，我猜应当不是为了你自己。此前仪真园几次三番有贼子闯入，如今我倒是明白过来了，恐怕多半也是为了灵犀而来的，是为了陆姑娘。似乎每每都是苏相在替他收尾，他才能这般肆无忌惮，次次都能化险为夷。这陆姑娘倒是好福气啊！如今你为了她，竟肯深夜来找我。我原以为苏相从不肯对世间哪个女子多顾一眼，却不想还是有个陆姑娘让你上了心。不知是不是见惯了京里诸多名门闺秀，所以眼光有些奇特，青睐上了她。你不愿换什么？愿意，怎么不愿？苏相与我做交易，我岂有不给面子的理？只是苏相这条件，还须得更有诚意一些。你想要何条件？2个条件，苏相可二择其一：一，
苏相像当年助我皇兄平定天下那般助我。2. 娶我。苏相如何选择？我若应你，灵犀何时交予我？第一个条件，自是待我大业所成之日交付于你。第二个条件，便当是我的嫁妆。你我新婚之夜，我自会与你。那第一个条件，等他大业所成，还不知道要等多久。那便等你我大婚。说罢，他就将锦盒收回袖中，转身离开，徐徐道：但愿这是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开出的条件，而不会反悔。他万没有想到，他竟想也不想就答应要娶她。把阿蕊弄哪儿去了？你不先问我，却开口就是问他。问你什么？问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还是问你又去搞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若问你，你会把你的筹谋计划都告诉我吗？苏怀突然起身过来，一手扣住他后脑，也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就疯狂地吻他。他吻的陆咬舌头唇瓣发麻，漫开一股腥甜的味道。他很久没像这般疯起来，恨不得一口血一口肉的把它咬了吃下。我再问你一遍，阿汝在哪？我会让他很安全。我以为你这人只是狗了一些，但至少重诺践行，答应我的事从未失信过。你说过你妻子很多，也不差他一个。你说过你会放过他的，只是骗我玩的。我骗你？那你可有对我隐瞒？你可以与我说清楚，他腹中有皇嗣。皇嗣不过是睡了个渣渣，意外有孕罢了。他没名没分，哪来的皇嗣？我因过你不拿他如何，但没因过你不动他腹中的孩子，如此算是骗你吗？母子本一体，你答应过我不动阿汝，就是答应我连带他的一切都不动。有本事那孩子他一直揣在肚子里不生出来，我也不是不能承认母子本一体。你别嚼字眼，那是阿汝的孩子，你动那孩子就是动阿汝，那你便是背了诺言。那是他一个人的孩子吗？他自己吃口饭喝口水就能把他怀上了，孩子的父亲没有权利知道他的存在吗？你打算告诉孩子的父亲？我若上报，别说那腹中子，那花魁往后也不会再有安宁的日子。别说如今我这不算骗你，即便骗你一次又怎样？以往你骗我多少次，你自己数得过来吗？打从他决定生下腹中子的那一刻开始，往后的命运就不由他自己做主了，眼下还只是我知晓罢了。倘若被别人知晓，你还指望他们能活命？他们唯有在我的手上，我才能保证他们周全。在你手上，你就不可能会放他们自由。哼，想要自由，就不该留下腹中子。难不成你还以为带着皇嗣，还能到处逍遥快活吗？睡觉。灵犀有些眉目了。你找到他下落了？你等我2月，我给你弄来。既然你只要那个孩子，等阿汝生产以后，你可以放阿汝回来，是吗？可以，只要他愿意，随他离开。瑶儿都跟我说好了，若是你劫杀我，我便放焰火，第一时间让他知道，看他以后还会不会跟你好。我不劫杀你。你不劫杀我，那你和你小弟前后躲我做甚？我来跟你冰释前嫌。你来干什么？冰释前嫌。你要跟谁冰释前嫌？哼，我还是杀了你吧。你想怎么冰释前嫌？你派人行刺我，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你骗我钱，我也可以算了。和你搅了我一个分舵。你也杀了我不少人，去派出将你组织的人手，我会让他们全部回来，不再查探你总舵分舵的位置。你无回门，也不必再躲躲藏藏，可以像以往一样继续接生意。你打的什么算盘？这不是冰释前嫌吗？你说的都是对我的好处，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是他好友，他既然上了我族谱，往后便是我的人，我可以为了他姑且放了你。就这样？替我杀个人？什么我是瑶儿好友，你为了他放过我，都是狗屁，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你亲自去，
免费。要我亲自去替你杀人，还免费？你是怎么想的？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不然你误会门就继续躲躲藏藏，再过不了多久，躲着躲着就可以从江湖上彻底消失了。就只是要我替你杀个人？待你得手以后，前情旧怨可以一笔勾销。你无悔门与我井水不犯河水，来日若有需要，看在他的份上，我还可以借你3分情面。你把他情况给我，这单我接。哎呀，我得离京一阵子。你接了业务？啊，你想不到我接了谁的业务？谁的？难不成是监定呢？你怎么知道的？我瞎猜的。他能给你什么业务啊？你竟然还答应了。去帮他杀个人呗，我本就是干这行的，不是多大的难事。目标也不复杂，只不过他不在京城，在地方城郡，我得去跑一趟。他给你多大好处啊？我免费替他杀这一回，之前的种种恩怨就一笔勾销，以后我无回门不用躲躲藏藏了，他也不会追着脚了，彼此互不相犯。你觉得他是个恩怨互消的人吗？那狗男人只会冤冤相报，不死不休吧？我也觉得不像。他还说看在你的份上，以后行走江湖要是有需要，还会借我3分情面。他还说你是上了他族谱的，以后就是他的人，而我是你的好姐妹，他可以为了你姑且放了我。放屁！我也觉着是，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不是说他言出必行的吗？你将他的话从头到尾说给我听听，万一他话里有坑呢？结果陆瑶一番听下来也没听出有任何不妥，也就唯一一个问题问姬无暇道：他自己眼线遍布，狗腿子众多，杀个人对他来说何等轻松啊，为何需要让你亲自去？可能是涉及朝廷命官，他不好沾手。死在他手上的朝廷命官一大堆，不然他奸相的名声怎么得来的？可能是真看在你的面子上，总不能以后见面就打打杀杀，所以他先给他自己铺个台阶下。后来苏怀回来了，陆瑶便直接问了他：你为什么要让他帮你去杀人啊？看着烦，想让他有多远走多远。莫名的陆瑶觉得他的这个答案就靠谱多了，毕竟这阵子姬无暇毫不见外，在府里吃吃喝喝，就差把这儿当他自个儿地盘了。到下午的时候，皇帝旨意便传到了流云宫，因苏相主动请旨求娶长公主，皇帝同意这门亲事。即日招钦天监，则良辰吉日，使2人完婚。直到皇帝身边的太监离开了，长公主还有些失神。她素怀向来说一不二，竟当真去向皇上求娶她了。你终究还是属于我的。消息传到相府时，苏怀人并不在府上，也不在宫署。上哪儿去啊？带你出去散散心。我为什么要出去散散心啊？我想。你想你自己去不就是了？我不曾带你一起出去玩过。陆瑶一听这个玩字就莫名的发毛。这狗男人平时是个会玩的人吗？说他会玩吧，他平日里公务繁忙，哪比那些闲散子弟东游西逛啊？他还嫌耽误他搞阴谋诡计呢。可要说他不会玩吧，这狗玩意儿在房里时花样又挺多，是正经的散心玩吗？不管正不正经，你也上了我的车。相爷怎么有空带我到这城郊来游山玩水啊？这手憋着什么坏呢？等忙完了眼前事呢，我会比现在有空，我再多带你出来游山玩水，让你好好看看我都憋着什么坏。都是成年人，又不是3岁小孩，为何非得手拉手？你能先把手松开吗？成年人为何不能手拉手？我是第一次跟你手拉手吗？在床上的时候我拉你怎么不说呀？苏怀，你要死啊！你这张嘴可以不用说话的，你要是控制不住，我也可以发善心帮你缝上。长夜风轻轻，窥明月眸光落心上，如何不思量？
看人间心伤，只是和你之间受伤，眼神看远，是我就是亏欠了。猩红之唇，春有你，须面黄粉却寻常。贱骨头，莫不是亲一下手指就让你记住受欲了？你难道不想我，对我没有反应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只是单纯的受不了你身上的气味。苏怀顿了顿，俯下身将他狠狠碾压着。是吗？已经很久没用毒火了。苏怀也比以往有些反常，恨不能将它弄碎碾成汁儿，再一点点吞下去。这里屋前是山谷，屋后是山泉，山谷水潭里有鱼，山后林子里可猎走兽。白日里阳光照得到院子，夜间月色能进窗户，衣食样样不缺。那真是个可以常住的好地方。要常住？路遥反应非常平静，只道：我一人。路遥知道苏怀不可能在这里常住，京城里的事儿怎么可能少得了他？他今日花半天的时间，大费周章的带他来此，这处地方，这房里的摆设用度全都是给他准备的。你一人？住多久？1个月后我来接你。为何？这月不太平。你怕我跟着你不安全，还是怕我跟着你碍事啊？都有。你知道，我最怕跟着你不安全。我也懒得去碍你的事，我可以暂时听你安排。我等了这么久，无非就是想要那一样东西，也不在乎多这1个月。我来接你的时候，会弄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有郎相爷了。你故意把姬无暇引出京城，莫不是就是为了把我藏于此处？要不要去看看星辰？有何好看的？那就睡觉。剑针我留给你，你若不想亲自动手，想要什么猎物呢？让他去弄。确定不是让他看着我吗？庄子附近还有人手，有需要就唤他们出来。剑针我就不要了，你非要留个人在这儿的话，就留剑霜吧。我才不要跟着他呢，这陆姑娘狡猾如丝，我应付不来。剑针做事利索些。我在这儿闲散度日，要那么利索做甚？做事利索的留在这儿不是浪费人才吗？他是相爷的得力腿子，他留下了，叫我怎么忍心相爷身边没个好使唤的呢？陆姑娘放心，主子身边不管是剑针还是我，都一样的。是吗？那你就留下吧，让剑针跟在你主子身边，反正都一样。苏怀还是不打算改变主意，抬脚就往外走。要不然2个你都带走，否则我便天天让剑针漫山遍野去打猎，累死他。随你。他打猎回来，我再烤东西给他吃，熬鱼汤给他喝。苏怀冷不防顿住脚，剑针要炸了。陆姑娘，不要乱说，主子，属下绝不会吃的。以往的经验告诉他，陆姑娘挑唆一句就够他喝一壶的了。最后苏怀再回头看了他一眼，还是依了他。剑霜留下。是。长公主明知相爷不是真心想娶，只是为了得到这东西，又何必执着于此？该早些清醒了才好啊。他娶便是了，我又岂会在乎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只要他能名正言顺的与苏怀同进同出，只要别的女人再难将他占据不就行了？剩下的可以等他嫁过去以后再慢慢筹谋。长公主自顾自又道：这些日我一直在想，他要这灵犀究竟是要干什么？他那人虽然让我难以捉摸，可我直觉向来很准。如若是他本人需要，我尚且还要考虑2分。如若是别人，我又怎会让他拿去喂别人？老嬷嬷惊呼一声，来不及阻止，只见他手一松，灵犀角就落入了火炉里。顷刻火苗就窜了上来，烧得十分热烈。长公主烧了此物，回头要是相爷知道了怎么办？照那位的脾气，定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长公主漫不经心道：他见过灵犀角吗？内务府里类似的半只兽角多的是，去将暗室里的东西都搬来烧了吧。往后他不住在这流萤宫，且日日都会见到他，也用不上了。老嬷嬷奉命进内室，一进暗室门，只见四面墙壁上挂着全是那人的画像。老嬷嬷一幅一幅取下来，全好抱去炉子前烧了。就在婚礼前3天，长公主派出去的人终于有了消息。属下等搜寻城外方圆100里之地，于城西山谷之中发现一处私宅。可有什么异常？属下等照长公主吩咐，未曾打草惊蛇，只暗中观察了1日，距离有些远，白日发现不了什么异常，但夜间私宅里有点灯，显示有人出入居住。如何确定那是苏相私宅？属下等一一筛查，就那处地方较为可疑，且附近可能有守卫，属下等不敢贸然接近，只发现路上有车辙和马蹄印通往那处私宅。先留守观察，莫轻举妄动。到了婚期这一日，长公主起身，沐浴更衣，梳妆挽发，按照出嫁礼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临行出宫前，长公主一袭嫁衣红妆，端的是美艳逼人，仪仗队浩浩荡荡。长公主在轿子里吩咐走在身旁的嬷嬷，说道：叫他们动手吧。今日她和苏相大婚，百官不管情愿不情愿的都会前往相府贺喜，到时候人来人往，苏怀必然无暇分身去顾及其他。既然他与他成婚了，那么那位陆姑娘是必然不能够再留在这世上的。你主子把我安排在这儿住上1个月，原因为何？剑霜心下一沉，他答不上来。果然那些贼子亦不在意硬闯，而是想给陆姑娘传信儿。苏怀今日与长公主成婚，是吗？是也不是。陆姑娘，此事属下也不知。我也信你是不知，不然那狗男人也不会放心让这狗腿子留在这儿。要是让他在剑霜这儿套走的话，那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既然现在有了这大喜事，岂能不去恭贺相爷新婚呢？不说别的，咱们去喝杯喜酒，说不定这会儿还赶得及呢。剑霜杵着没动，你不想去？陆姑娘，这事儿主子自有分寸，陆姑娘还是在这里等主子回来亲自跟你说吧。以前他觉得苏怀这人狗是狗了些，但至少他答应他的事儿他都能做到，而他虽然时常骗他，但也都是嘴上骗骗。他倒没想到这狗玩意儿不做人的时候会这么的不是人，都这么大个圈子费这么多心思，就是为了把他骗到此处，他好回去跟其他人结婚。冷不防身后远方的夜空里升起了一枚焰火。主子，定是剑霜那边出了状况。苏怀连夜出城，打马往那城郊旷野飞奔。主子，陆姑娘她……只见这断崖前的空地上满目尸血横陈。以往不曾细看，今日你着红衣倒是好看。今日你结婚，我原想去喝杯喜酒，不料却在这里耽搁了，何必大费周章呢？你只需告诉我，你娶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都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你过来，我们回去说。确定要我过来？相爷兜了个好大的圈子骗我，天下人皆知你要娶妻结婚，便唯独我不知，他有些慌了。
路遥，你过来，你想划我脖子，你就来。你当我稀罕吗？相爷不愧是相爷，玩弄所有人于股掌之中。他笑着，却是再也不留一点情面。他身后是断崖，崖下云雾弥漫，望不到底。你既已与他人成婚，那你我的婚约也就作废了。我也不是死缠烂打的人，我成全你，从今往后，你我各自安生，互不相扰。苏怀，你我就此别过。话音一落，苏怀脚下猛地一灌，动作飞快地朝他掠去。他伸手试图想抓住陆遥，那一刻，他看见陆遥就站在悬崖边，倏然伸开双手。就在他碰到陆遥指尖之瞬，他当真犹如闲云野鹤一般，毫不留恋的斜身便往断崖外倒去。他没能抓住。看着他衣裙飘飘，整个人急速往下坠，苏怀当即便纵身也朝崖下跳去。他休想以后跟他各自安生，就是死，他也会拉他一起。一个自由散漫，一个卯足了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去抓住。两人没坠下多远，苏怀终于是追上他，一把将他抓住。脚下恰恰有一块可以落脚借力的凸石，只是另一只手来不及抓住岩壁上生长的藤蔓，陆遥便说翻脸就翻脸，于半空中一掌将他击向崖壁。尚未脱手的剑更是被他反手就毫不留情地刺穿他肩膀。那剑锋夹杂着内力，锋利至极，深深没入崖壁之中，几乎是将苏怀整个人钉在崖壁上。鲜血瞬间染开了他的衣裳。我说与你就此别过，但你若要上赶着就此永别，我现在也可以成全你。灵犀角，你不要了？就不劳你了。我说过，迟早要弄死你。望穿水尽看红尘。今日这一剑，就当是还你以往对我的种种。从此你我两清。苏怀，我差点就信你往后是真想与我在一起的。我一差点就想着往后与你试试看，往后你再也骗不了我了。你敢走？你待如何？陆遥推了推他胸膛以借力，拉开与他的距离的同时，整个人再度仰身往崖下坠落。最终苏怀手里只来得及抓住他一抹裙角，连裙角都从他手里滑走，手里空空如也。苏怀眼看着陆遥坠入茫茫山雾云海，顷刻消失不见，此刻才真是万籁俱寂，徒留天边一盏月。剑刃从皮肉里一寸寸刮过，发出犀利的声音。他盯着下方云山雾海，一边拔一边自顾自地说道：恕平是太医着，今日你才有这般能耐要跟我决裂。彼此都知道，他今夜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没有灵犀角，全是靠他平日里认的菜。最终苏怀硬是将剑从自己肩头拔了出来，他身体也从崖壁松脱，亦是直直地往下坠去。苏怀功夫好，
即便是他受了伤的情况下，这威牙峭壁也没能将他摔死。怎么回事？还是先去看看主子吧，主子伤的比我重多了。主子在哪儿？在那一带找陆姑娘，这崖底我们已经摸查3遍了。剑正立刻往他指的方向去，还没走近，远远就看见一抹绯色背影。他发丝有些乱了，手里拿着剑，在茂密的草木植被中翻找着。光是那背影，他时不时踉踉跄跄，剑正看着就觉得他似乎要找得有些癫狂了，浑身透着一股疯狂仇恨的味道，仿佛找的不是朝夕相处的陆姑娘，而是找一个与他有着血海深仇的人一般，只等着把他找出来碎尸万段。主子，你找到人了？主子伤势不轻，须得尽快处理。没有别的要说了吗？剑正知道这个时候劝是劝不动的，他要是再待下去，主子手里的剑可能就会冲他使来了。剑正只好无声的退下去问剑霜了解情况，然后才得知剑霜和主子的伤居然都是陆姑娘弄的，山上那些人也都是她杀的。陆姑娘应该是走火入魔了。谁也没想到陆咬竟会那般厉害，就连主子和他打起来的时候也不是他的对手。要是陆姑娘真在这崖底，这么仔细的寻找，怎么也该找到了。她不在这崖底，又有那般厉害的功夫，主子又怎么可能追得上呢？他们都知道的事儿，主子心里必然也清楚，只是主子不肯罢休罢了。苏怀终于也似渐渐恢复了清醒，他回身抬头看了眼天色，默然道：回城。长公主，相爷回来了。长公主，相爷他怎么了？他在前院大开杀戒，长公主所有的宫中侍卫都被他屠戮于前院。相爷他真是疯了吗？长公主的人他竟然也敢杀！不多时，院外便有脚步声响起，满是鲜血的红衣黑靴一步踏进了院子里。苏香，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苏怀，你住手！如何？你别忘了，我是长公主，你也要杀我吗？你如何向皇上交代？我不杀你。他眼睛一转，盯着长公主身边的老奴。灵犀角呢？老奴这就去给相爷拿来。他转身就去嫁妆箱子里找到那半只兽角，双手捧着回来，有些发颤的呈到苏怀眼前。拿半件假物来糊弄我是吗？我糊弄苏相做甚？既答应苏相大婚之日以此物相赠，便会相赠。真的灵犀角在哪？这就是真的。是一开始就没有吗？这回没等老奴回答，苏怀一手把他揪了过来。长公主低低咆哮道：还请你及时收手。苏怀径直将老嬷嬷对着长公主，当着她的面儿将剑刃一点点卡进她的脖子里。你什么时候见过糊弄我的人还能有个好下场的？我以为你懂，至少会收敛些。长公主浑身猛颤，院子里一片死寂。你敢如此以下犯上，皇上定不会饶恕你。不是我要娶你，拿灵犀交换，而今却是你先失信于我。但我既应了你，这婚礼就该进行到底，令你满意。昨晚我有事耽搁了，洞房里现在补上也不迟。这时剑征进了院子里，对满院惨状视若无睹，径直走到屋檐下，恭敬呈上一只药瓶。这是什么？你给马氏的东西还不知道这是什么？长公主闻言，在他靠近之前试图夺门而出，却被苏怀一手揪住长发，将他逮了回来。苏怀，你放肆！苏怀手上再用力一拽，他痛得不禁张口喘气。苏怀便将一瓶如白霜一样的药粉全部倒进他嘴里，他不肯吞咽。取他这老奴一盏血过来。
给他送符。长公主眼眶通红，死死瞪着苏怀。直至今时今日，她才算彻底认清苏怀的真面目。见征还当真去拿了一只杯盏来，接了一杯老嬷嬷的血。苏怀随手接过，一手拽着长公主的头发，一手徐徐给她喂进了嘴里去。随后有5、6名男子进了院里来。这是我从牢里提出来的人，给长公主助兴。你这个疯子，苏怀，你这个疯子！疯子？长公主第一天认识我是吗？还不进前来？那些人只好瑟瑟发抖地上前，而后苏怀便跨出了门口，让他们进屋里去。你既然要跟我做交易，就不要怪我骗你。灵犀角不管我是有还是没有，是你自己要信，用得着我何？我有真的灵犀角又如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给那鹿咬球的吗？如此，我又怎会让你如愿？真的灵犀角被我亲手给烧了。他终于看见苏怀停下了。怎么，你去崖底没能找到他吗？那他大抵也是摔个尸骨无存了。你我已结为夫妻，说到底是你负了他，他怕是也毫不留恋的选择离你而去。他又抬脚走了回来，进了屋子里。几名被他从牢狱里提来的刑犯霎时又不敢轻举妄动了。还不动吗？再不动就永远别动了。几人一听，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像院子里那么多死人一样，内心的恐惧使得他们不得不挪动脚步。滚开！全都滚开！他们时不时回头看相爷眼色，发现相爷只是支着头在欣赏，除此以外没有半点要阻止的意思。他们也就渐渐卖力起来，得让相爷满意才行。苏怀，你这个畜生，你禽兽不如！再后来，他身上唯一蔽体的衣衫也都被撕烂了去。那些个人在药力的作用下再也无暇思考，更顾不上恐惧了，只想先疏解身体的渴求。苏怀不为所动，始终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支着头，欣赏着床上的那一幕。长公主服下不少的药，那药劲儿上来，使得她浑身皮肤都变得绯红，身体的热浪却一浪一浪的冲上来，身上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到最后她骂也骂不出来，全程只是承受。她也终于明白，难怪苏相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与她成婚。原来马氏的事情他并没有算了，以前的诸多种种他也没有算了，他就等着他亲自送上门来，送到他眼皮子底下，他才举刀宰他，连着他身边所有人一块儿宰。到了这相府，便不再像是在他流萤宫里那般，为所欲为的人不是他，而是苏怀。怎么回事啊？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我是多少年没见过相爷这般了，他是受了什么刺激，又被谁给刺了这一剑啊？因为陆姑娘。也对，一直没看见陆姑娘，相爷不是抛弃了她，与长公主成婚了吗？我要是陆姑娘，我也得刺相爷一剑。主子并非真的要娶长公主，那我能不知道？他结了几次婚，你见他哪次是真心想娶的？婚姻对相爷而言，不就是个手段吗？陆姑娘的性子，就她敢跟相爷对着来，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相爷真若惹毛了他不好过，能让相爷好过？相爷也是马失前蹄，到最后居然栽到个女人手里，还心甘情愿的让人刺一剑。剑霜也被他打成内伤了，他这么厉害的吗？以前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厉害。这个新婚夜过得还算满意吗？我未曾害过你，不过就是想往后与你并肩而行。以往别人都说你人面兽心，我却不以为意。如今倒是看清楚了，这些年来我心悦的是怎样一个东西。你该早些看清，我拿条件与你谈的时候，你若好好将东西交给我，倒也罢了。
这是你提的条件，我是照着你的要求娶了你。倘若我真交给了你，你便会放过我。苏怀看着他，一时并未言语，长公主便知晓了答案。我若是真的交给了你，也是一样的结果。我给你提条件的时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只是那时候他不要，却还想反过来让他答应自己的条件。以往他在流云宫时到底是长公主，他明面上不便对他做个什么，可如今他自己要求嫁出宫，把自己送到他手上来，苏怀还会客气不成？你我新婚燕尔，当如胶似漆一番才行啊。今晚继续。苏怀，你不得好死，死后你也得下地狱。那我会先让你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的，将他伺候舒服。后来婚后没过3、5日，长公主便提出要搬去公主府，外面的人就不由得纷纷揣测，不是才成婚几日吗？怎么长公主就要住去她公主府了？莫非两人婚后不和？不过很快苏怀就打破了这种不和的谣言，因为即便是长公主去了公主府，苏怀还是隔三差五的带着人上门，好好的伺候她。长公主每每看见苏怀，就仿若是看见了鬼一般，可偏偏外人都觉得苏相对长公主甚是温柔体贴，公务繁忙之余还能抽出时间去公主府陪陪长公主，不知让多少京中女子们羡慕。药谷，床上的人黑发如早一般，衬得那脸色极度苍白，但始终却是安安静静的。瑶儿，乖乖喝药，喝完了药就能快下好了。等陆瑶缓缓睁开眼睛时，一双瞳仁冷清如幽泉，清透似琥珀。瑶儿，你终于醒了，他们都说你昏睡大半个月了，如今我才回来喂你第一次药，你便醒了，可见你我当真是心有灵犀的。你确定是心有灵犀，而不是想烫死我吗？把你烫醒也总好过你这么睡下去。姬无暇，我上辈子欠你的是不是啊？我这才醒来，你就又想把我压昏过去啊？对不住，是我太激动了，意识失控。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睡了一个好觉。很快，屋门外掀起一阵风，姬无暇只感觉自己被往边上一挤，等再定睛一看时，床边就已经坐了一个人，他便是曾掀翻江湖的大魔头凌霄。陆瑶见着了师傅，歪眼一笑，可笑着笑着眼角就红了。他想起了藏宝楼里的叶藏前辈，他师傅找了那么多年的人，以后永远都找不到了，但他却不能说。凌霄也就这么一个徒儿，而且还是要跟其他人共有的，可见不得他这般面目一沉。谁惹你了？要不要为师去把他的狗头揪回来踩着耍啊？我觉得这可以。就是许久不见师傅了，以往师傅一走就是个1年半载的，很难得见到你回来。随之又有一人走了进来，一身药气，板板正正，用鼻子发出一声哼哧。要不是听说徒儿出事了，他都恨不得在莲花镇生根，哪舍得回来。二师傅医术了得，便是江湖人称的医圣。你还记得当日是怎么回来的吗？没什么印象。你差点就跟你大师傅一样了，你知不知道？要是疯癫了去，这一个老的一个小的，我看你师徒2人以后怎么办？幸亏我们赶回来的及时，让你睡上一睡，才不至于酿成大祸。好好的一个女娃，让你教成了这样，你看看，大魔头教出了小魔头，都说了那些邪门的功夫别交给他，你偏不信。
收徒儿不教他武功教什么？那你收他不也还教他学了医？我可没在自个发疯发狂的时候教他识脉扎针，而有些人呢，却在自个发疯发狂的时候教他武功心法。学生，你这就没意思了。你是不曾发疯发狂教他识脉扎针，你却在喝醉的时候把个男的脱光了绑台上教他认穴。也就你这种成天想着女人的人，才惦记着男女之分。我绑给他的是男人吗？分明是个病人。陆瑶才醒，脑子嗡嗡的，看看大师傅，又看看二师傅。这时姬无暇终于说了句人话：大师傅二师傅，瑶儿他才刚醒呢。醒了就好，你这副身子，师傅我呢先替你镇着，等歇好了再说。你不是去找灵犀了吗？灵犀呢？没找着。唉，可以治你走火入魔的东西没找着，结果你却走火入魔的更厉害了。也罢，这事儿也不是没有转机，那灵犀暂找不到就算了，师傅给你想别的办法。谢谢二师傅。到底怎么回事？谁人让你失控成这样？遇到个阴险狡诈背信弃义的狗东西，遭了他算计。人呢？弄死了没有？头儿把他钉牙上了。若没死，回头再定他一次，定死了作数。好。两位师傅多加叮嘱，陆瑶该吃药吃药，该用膳用膳。二师傅亲自提炼的药自是极好的，只是眼下陆瑶心脉受损，真气被封，他完完全全是个伤患了。你不是去杀人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提起来我就一肚子的气，我当那狗贼是真想与我冰释前嫌，以便以后跟你好好相处来着，结果他白老子一道，他就是想把我引走，好让你孤立无援。丧心病狂，真不是个东西。亏你还对他那么好，又给他弄药又给他调理身体的，他非但不知感恩，他还忘恩负义。他要娶别的贱货就娶吧，只要跟咱说一声，咱要是拖泥带水纠缠就跟他姓。这种狗东西最是恶心人，又想你继续给他治疗，又想对你始乱终弃，什么便宜好处他都占了。我呸，什么玩意儿，就让他跟那狗屁长公主结婚吧，他俩一个做作一个坏，还真是狗屎与猪粪，臭味相投。你把那厮钉牙上，你怎么不把它弄断气儿再钉牙上？他不过就是背信弃义而已，还没到杀我全家那种仇恨程度，我何必那么激愤？他要你帮他杀的人，你杀成了吗？怎么没杀成？气死我了！才给他干完事儿，就听说他结婚，但新娘子不是你的事儿，我马不停蹄的赶回来，才得知你已经回谷了。这事儿不能白干，以后有机会，我定要让那孙子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先前你师傅们来问你情况，你干嘛不把狗贼给供出来啊？凌霄师傅肯定给你出气，把那狗贼玩着花样的弄死。我被个贱人给算计骗了，说出来你不觉得丢脸吗？是有点。他算计我一回，我还他一剑，也算公平。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若是不幸江湖遇见，再算算旧账也不迟，见他一回弄他一回。那你们的婚约怎么办？信物一回哪还来的婚约啊？那贱人谁要谁领去呗。不愧是江湖我养啊，爽快。好像自打你醒来之后兴致就不高啊，是不是还在想那狗贼啊？还在为他的事伤神？哎，是不是后悔没发挥好，觉得给他一剑太便宜他了？我伤了元气，我不多吃多睡多补，你就让我去外面走动，怎么走啊？也是，只是见你整日待在房里，我还以为你情绪低落不高兴呢。就我现在这状况，也委实不是一件能高兴得起来的事儿。你好好养，等养好了身体，也就可以和从前一样了。陆瑶不置可否，想要和从前一样，只怕是还得再花点功夫。
他现在后颈还有几根他师傅深扎入体的银针呢，就是为了封住他的真气和心脉，不至于癫狂。陆瑶随他去了，反正他一个人睡是睡，两个人睡也是睡。别想那狗贼了，以后咱俩好，你还是我的瑶啊。本来呢我是没想，你3、5句就要跟我提一提，是想我想的太少了是吧？是我不对，别想，快睡。陆瑶这一养便又是大半个月，他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一静养的时候绝不出去乱溜达，倒是姬无暇天天往药谷里混，有时候陆瑶大老远都能听见他在药谷里的说话声。你无回门不用管了吗？管个屁，要是一冒头肯定又会被盯上，还是再沉寂些日子吧，大不了等你好了以后东山再起啊。陆瑶当然明白他的心思，眼下自己在药谷里养身体，要是那狗贼还贼心不死，那他无回门若被他逮住的话，定要套自己的下落。我果然没料错，那狗贼正到处找你。他大爷的居然舍得下血本花重金，满江湖各大黑市贴你我的画像。不仅如此，他还要找到医圣的嫡传弟子所在之处，可不就是费尽心思找你吗？呸！被这种恶狗盯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江湖上但凡接触过我二师父的，就不得不给二师父面子。他想从我二师父这儿着手探，是注定不会有结果的。咱们江湖上最怕得罪大夫，而且还是你二师父这般最为厉害的大夫，这点确实不怕，没人会透露给他的。只要你少在外招摇，也没人摊到你头上来。所以我也一直没带黑虎出去嘛，我就想不明白了，那狗贼都已经娶了别的贱货了，还来找你做甚？他这人向来无所不用其极，大抵是想着我与他还有点价值。我呸他祖宗的，就他那丧尽天良的缺德货，一辈子生不出儿子。待陆瑶能出屋子走动了以后，这山里的天气已是入冬了。吊谷里的山茶和梅迎着寒天相继绽开，团团簇簇，甚是明艳。能出来走走了？走走没问题了。学生把你的针给你拔了没？还没。师傅的拔了没？为师也没。师徒俩的后颈都被深扎了银针入体，封了功力，一时间颇有种同病相怜之氛围。师傅此去莲花镇可有收获？凌霄没作声。徒儿见到叶藏前辈了。你说什么？陆瑶心下有些扎痛感。徒儿见到叶藏前辈了。他在哪儿？之前前辈路过京城，徒儿有幸遇到。至于他去哪儿了，徒儿不知。你怎么不告知我？当时前辈身边已有相伴之人，前辈走得急，徒儿来不及告知师父。你说他身边已有相伴之人？陆瑶嗯了一声，伸手将一只发簪递了出去，说道：这是叶藏前辈让徒儿转交给师父的，说与师父正邪不两立，他不与师父一起，亦能逍遥在这世上。凌霄定定地看着那根发簪，缓缓侧身正对上陆瑶，突然满身颓然苍白。当真？我不信。他说这是师父赠给他的信物，如今还给师父，是不是真的？师父看看不就是了？我不信，他若不亲口与我说，我都不会信。说罢，陡然一道影一般的从陆瑶身边飘过，快得陆瑶根本捕捉不到。即便他大师父被二师父封了功力，身法却也如此之快。等陆瑶追出院子时，他师父在山谷里早就没影了。凌霄一走就是好几日没个消息，陆瑶放心不下，医生道：你放心不下，那也没法子。那小子消失的时候，谁人能够找着他？他那镶好的簪子，他走的时候带走了吗？没有。让他自己消化消化就得了，不出3天肯定回来。
从现在起，到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不能再妄动功力，否则变成小疯子事小。你可没你大师傅那般深厚的能力，护不住心脉，你也就完没了。瑶儿，灵犀角有消息了，你没听明白是不是？灵犀角啊，灵犀角在南怀出现了。南怀？可不是嘛。这么巧，靠谱吗？听说灵犀还没有绝种，与云津交界的南怀地带就有人发现过灵犀出没。要不是这次打仗惊扰了那玩意儿，谁也不知道它居然还没有绝种。这消息是从南怀那边传来的，现在江湖众人都想过去猎那灵犀，应该靠谱。瑶儿，咱们也去南怀吧，管它真假，去看看便知。真若是有灵犀，江湖上人人都去争而抢之，就由他们去抢吧。最后灵犀落到谁人手上，我们再去找那冤大头便是了。别呀，谁知道他们抢来抢去会怎么样？万一中途出什么变故怎么办啊？万一灵犀角被毁了怎么办啊？我们先去拿回来，给你治身体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姐妹，夜长梦多，还是得尽快弄到手。再说了，你整人闷在这里有什么趣儿啊？我带你去江湖上走走，散散心去。外面世道这么乱，散什么心啊？吉武侠摸了摸，不懂就问：瑶儿，你是不是担心出去会遇见狗贼啊？呵呵，你也是真会提。那你大可放心，我打听过了，这次南怀带兵的是什么广宁侯，不是狗贼。狗贼人在京都，抽身不开。虽然他活着外面了污染的空气，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放弃了外面的大好天地啊。咱们江湖人干就是了，难不成还前怕狼后怕虎的吗？瑶儿，听姐妹的，你别为了那种渣渣将自己封闭在这里一辈子，不值得。我上次出谷去找灵犀之前，不也天天待在谷里吗？可以前你好歹隔三差五要跟我出去一回。你也不看看我现在这情况，能跟你出去瞎转吗？我不管，你就是不能再想那个烂王八羔子。唉，说真的，我还真有点怕。要是出门不幸遇到狗贼，以现在的情况，你我加起来都干不过他，还可能落到他手上。那东西睚眦必报，又疯又狠的，我捅了他一剑，要是落在他手上，必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啊，避避没有坏处。再有了，南怀那地方太敏感了，又打仗又江湖人士云集的，且那狗东西诡计多端。你瞧着他今天在京城，可能明天他就跑到苏怀去了，不得不防。就先让他们去争的争，抢的抢吧。灵犀若是真的，咱们再动手也不迟。为什么我总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南怀的消息都传到如何了？现在江湖各道都知道南怀出了灵犀角，正赶着去一探究竟。江湖黑市也将灵犀角的价格炒至了10万两银子以上。这样一来，寻找灵犀角的人还不蜂拥而去？谁都想趁此机会发这么大笔横财。只是主子这样撒网，引来无数鱼虾，能引来他真正想要的那条吗？那陆姑娘可不是轻易会上钩吃饵的。江湖上该放的消息，该找的线索，这阵子全力去找了，可是陆姑娘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讯。你说她会去吗？属下不知。她不会去，她怕这是个陷阱，怕我会逮到她。那主子为何还这般大费周章？但不排除他身边的朋友或者他那几个师傅会为他去。属下明白了。果真没几日，剑霜那边就传回了消息。主子，之前无回门销声匿迹，难以探查，但2日前有人发现了那只黑鹰出来走动了。往什么方向走动的？往南怀方向。整顿一下，准备出发。南怀还是得去一趟，灵犀角早日拿到，徒儿便能早日免我同等之苦啊。陆瑶听来心头一暖，师傅不着急，那消息是真是假还未可知呢，
而且南怀情况究竟怎么样也还不清楚。这有何难的？是真是假，是什么情况，等去了不就知道了。你这身板眼下是不能随便往外跑了，这一趟为师去瞧瞧啊。师傅，南怀正战乱呢，还是等等再说吧。那一带我熟，横竖也是要出门的。他要去就让他去，管他打仗也好，江湖纷争也罢，那些虾兵蟹将的还能把他吃了不成？这老小子以往瞎教你的心法功夫，害得你走火入魔，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看看这些年哪点把你当女娃子养的，这次去给你找灵犀角也是他该做的。瑶儿，不如我们也去吧，有凌霄师傅在，还怕个铲铲，咱们出去都能横着走。可结果师傅是个行动派，才说完这件事儿，等到吃晚饭的时候，陆瑶就发现师傅不见了。瑶儿，怎么了？收拾东西，只有我师傅去。姬无暇一听，顿时精神一振，睡意全无了，二话不说爬起来就跟着他一起收拾，贼激动道：下午还说不动你，怎么突然就改主意了？我不放心。不放心什么？你师傅那么厉害的人，你还不放心他吗？要是他遇到狗贼，情况会不妙。你是怕你师傅打不过狗贼，还是怕狗贼被你师傅打死啊？不是，我是怕他耍阴谋诡计。像他那种专门玩阴谋诡计的人，恐怕绝大多数江湖人都应付不来，是应该当心。只是陆瑶想的和他想的又不一样，他哪是怕狗贼的手段呢？他是怕他那张狗嘴。他师父如今好不容易稍稍释怀了，若要是真遇到了那狗贼，万一在他师父面前提一嘴叶藏前辈的事儿，那才是糟糕透顶。所以他是真怕，生怕那两人在南怀遇到一堆儿去了，那后果是难以预料的。为谨慎起见，陆瑶和姬无暇乔装出行。这个姬无暇最在行了，他行走江湖，一手易容术已经练就的炉火纯青。于是乎，两人俨然就乔装成了兄弟俩，一身寻常的江湖侠士行头。放心，我乔装的，别说是奸佞狗贼，就是亲爹亲妈都不一定认得出来。接下来你应该担心的是，等我们找到凌霄师傅了，他认不认得出我们？还得是你。还是先找我师傅吧。两人进山不久，黑虎就自那山林的高高上空翱翔而过。这厢剑争剑双跟着苏怀进这老傲山以后就分散开了，别人都是进来找宝的，而他们是进来找人的。这老傲山里也有飞鸟猛禽，黑虎混在其中，又是在上空盘旋，有密林做挡的，所以应该少有人能注意到他。后来又遇到别的鹰，大约是有领地意识，别的鹰跟黑虎打架，最后黑虎成功的把对方打趴下。别的鹰被黑虎抓着揍时，发出惨痛的笑声。没坚持多久，那鹰就直接从上空坠落，啪的掉在地上。你听，是不是无会门那只鹰在叫？叫得那么惨，你觉得是吗？剑双觉得也对，那只海东青被关笼子、被套锁链，还有被主子拔毛时都没叫这么凄惨过。而且仔细一听，叫声也不尽相同。两人回头望去，见那是一只毛发凌乱的死鹰，显然是才被干死的，浑身血迹，身体还轻微的抽搐两下。两人不约而同的抬头，恰恰就看见另一只黑色雄鹰自头顶上空盘旋而过。那张开的纯黑翅膀有种空中王者君临的威风。看到了那抹一闪而过的黑影以后，这下剑争剑双对视一眼都不说话了。下一刻，两人立马折身就去找主子。之前我们是盲目的寻找，但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了，主子要找的人必然是在这老傲山里。现在不用着急了，主子在这里，一定不会让他逃掉的。人难免有三急。后来两人途中找了个树丛茂密的地方去方便。正这时，陆瑶和姬无暇转到了附近。那上半身姬无暇只一眼
不由得呲了一声，对陆瑶嘀咕道：“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啊？”可正是姬无暇这一出声，尽管隔了一段距离听不太清楚，但剑铮和剑霜还是第一时间发现有人来了。两人解决完以后，立马提好裤子就转过身来，恰恰跟陆瑶和姬无暇面面相对。陆瑶和姬无暇顿时面无表情，浑如雕塑。姬无暇表示，他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这两个孙子呀！还好他们俩是乔装过的，这种时候不能慌，更加不能躲，不然你越是心虚，对方就越是觉得你可疑。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下来！好像是你们在看我们啊！还狡辩！你们要是没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看你们？剑霜一听冷声道：“我等在此方便，生怕直赖赖的在后面看，非礼勿视的道理不懂吗？”我说是哪两个孙子在此随地大小便呢？你们自个儿德行不检点，还怪别人非礼勿视，真是笑话。再说了，就你俩那两根小豆芽菜，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花钱请老子看，老子都不看。剑铮听得异常无语，剑霜则听得异常来气。怎么这个江湖人嘴如此歹毒，简直跟误会门那妖女一模一样。剑铮表示他也有同感，说江湖人都与你这般见人就骂，逮人就咬，岂不是一团乌烟瘴气？我劝你还是别出来替江湖人抹黑。就你也配称江湖人？剑铮无意与对方骂架，看这架势，他和剑霜加起来都骂不过对面的一个，而且他们又不闲得发慌。算了，正事要紧。罢了，不与他们一般见识。最后双方各自一走，姬无暇还时不时回头看了两人一眼，低低跟陆瑶说道：“还是先把他俩灭口了吧。”等双方都远的再也看不见彼此背影了，姬无暇和陆瑶方才唰的拉下了脸，一脸面瘫。你不是都打探清楚了吗？啊，不是说狗子在京里不会来南怀吗？还得是你了解他，那贼子果真是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昨儿个还在京里，今儿个就突然出现在南怀了。呸！只能说我没他那么多心眼子。唉，果然是怕什么就来什么。那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看来让你乔装出门，真是太明智不过了。就是为了以防这样的万一。那两个傻子居然一点都没认出来，看样子你我乔装的也真是很成功。陆瑶万万没想到，才到下午的时候，他越想避开着点儿，那瘟神就越往他跟前凑。当陆瑶和姬无暇在某处林中遇到另一个方向走来的苏怀时，两人就麻木的像两根木头。苏怀身后还跟着剑铮剑霜，有一阵没见，那厮顶着这么一副皮囊，还是走哪都招摇。陆瑶姬无暇面上稳了一批，但整个心态都炸了。这得有多倒霉呀！上午才遇见那俩狗腿子，紧接着下午就遇见了这狗主子。怎么整？掉头跑还是左右跑？你斗过狗没有啊？你若是一见到狗就跑，他肯定以为你怕他，必定是撒开鸭子追着你咬。那怎么办？稳住。于是两人继续跟个木头似的与苏怀遥遥相对。怎么又是你们？一天见两回，咱们真是有缘呐。你们见过？姬无暇一口豪爽侠气的声音说道：“他们撒尿的时候我们见过，还请阁下慎言。这有什么好遮掩的？你有的大家都有。大家萍水相逢，都是来寻找灵犀角的，无意交敌，只是我兄弟心直口快，与有冒犯，还请见谅。”说着就抱拳一道一声告辞，他和姬无暇便四平八稳的转身准备往回走。等等！苏怀出声叫住他俩。陆瑶感觉头皮一麻，他可不能给这狗东西认出来。阁下还有何事？可见过一位姑娘进山。姑娘？哦，我们沿途走来可没见过什么姑娘，姑娘不会进山来寻宝。阁下若是寻人，是不是寻错地方了？但我觉得
他会来。既然阁下问起，回头我若是遇到了，会帮阁下留意的。告辞。你们方才不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吗？怎么又走回头路？啊哈哈，这边看样子是没有什么可寻的，只能倒回一小段路，再往别的方向去看看。快走，快走！可我还盯着走那么快做甚啊？想死吗？慢点走。哎呦，刚刚真是太闲了啊！你的乔装易容术确实能扛，要不是裹了胸垫了肩，腰带里夹了棉絮，鞋里还做了增高，说不定就会被那狗贼给认出来了。乔装嘛，当然是要整全套的。确实，他俩扮起哥俩来，扎堆一站，那就是膀大腰圆的汉子。而且姬无暇张口闭口又粗鲁，男人方面的时候他也不避讳，谁能把他俩往娇滴滴的姑娘上面联想呢？还没找到凌霄师傅啊？黑虎咕咕两声，你肯定是自己去玩了，压根忘了帮我们找人是不是？不，我有找的。你还说你有找？我都听见你跟别的鹰打架了，那鹰叫的可惨了。黑虎木着一只鹰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平时在城里你还小的收敛一些，可一到荒野，你就知道跟别的鸟打架抢地盘。真不知道你这德行是跟谁学的。还能跟谁啊？我顶多就是杀杀人搞搞钱，我可没他这么争强好斗乱占地盘。还有，你打赢了就打赢了，你把别的鹰打得哇哇叫也就算了，你怎么能乱叫呢？要是有人听见你的叫声认出了你怎么办？你一时太爽没忍住。找到我师父了吗？找到了。是不是还撞见了其他的？好家伙，黑虎直接在姬无暇手臂上蹦起来了。你以为你很轻吗？敢这么跳，老子手断了你接吗？陆瑶见他炸毛的样子，他也就只对一个人这么炸毛过。别问他，是之前关过你锁过你的那个人。就是他，就是他。陆瑶和姬无暇对视一眼。那狗现在在山里到处瞎转，黑虎发现它也是迟早的事儿。只是让人忧心的是，黑虎发现他的同时，他有没有发现黑虎？你是先发现我师父，还是先发现那狗东西的？黑虎整个处于亢奋状态，又蹦又跳又炸毛。陆瑶心头不妙，还是说你是同时发现他们的？离得不远了。黑虎带路去找我师父。他就知道来南怀找什么灵犀角这事儿不太靠谱，他一直怀疑这灵犀角的消息是怎么来的，莫不果真是个套？随之黑虎在前带路，陆瑶和姬无暇立马加快速度往前去，两人毫不耽搁的一追赶就是1-2个时辰。后来终于听见前面依稀有人声了，陆瑶一脚蹬在一棵树干上，身影顿时如影掠出老远。陆瑶卯足力往前飞快的移动身形，一时间姬无暇都快赶不上了。瑶儿，你师父说你不能动用功力。话音刚一落，姬无暇就见陆瑶在前面突然停了下来。只见前面不远处站的确实是陆瑶的师父凌霄，可与他站在一起的可不就是苏怀吗？他着一身黑衣，在这苍冷寂寥的雪天里显得身量出奇的笔挺修长，黑发与他的衣色融合在一起。那朝陆瑶看过来的一双眉眼，没有了往昔故作的情深意重，也没有了往昔伪善起来的温柔和善。陆瑶本还想装一装的，可奈何方才姬无暇喊了他的名字，定是被这狗东西给听见了，所以他眼神才变了。满天相遇，我身共身万丈。不如夜月长，望去江河天宫楼，幻影梦黄粱。想我今生。
怎么不掉头就走啊？怎么不继续骗我？你找我干什么？报仇吗？你过来。所以这灵犀角的消息一开始就是你放出来的。什么灵犀角？这里根本就没有。我耐心快耗光了，你再不出现，我还有其他办法，总能让你主动来见我。陆瑶，你过来。你叫他过来，他就过来啊？你算个什么鸟？也不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有凌霄师傅在，还怕个卵蛋啊！姬无暇底气足的不能再足了，他要是不服，干他就是了。不来，诺便与你师傅聊一聊。我也不知道我能说出些什么事情，但总有些事你师傅会感兴趣的。你我本来形同陌路也就算了，你非得要搞成你死我活的仇人是吗？你少威胁吓唬人！你有什么破事是瑶儿师傅感兴趣的？有种说来听听。凌霄前辈，关于我师傅的事，与前辈一说。你师傅？我师傅是叶。话没说完，陆瑶立马出声打断：“师傅。”你师傅是谁？师傅，就是他害得我走火入魔，是他背信弃义，算计于我。而后林中安静的就只剩下风声了。凌霄再次看向苏怀，顿时气场就变了。是吗？话语一罢，压根儿不需要听苏怀的回答，凌霄就突然出手，一掌击向苏怀。苏怀不得已抽身后退，可凌霄身法瞬息一变，倏地自他身后袭来。苏怀侧身躲开，虽避开了强劲的攻势，却也被他拂袖挥开，险些撞在树干上。亏的是苏怀反应快，一脚往那树干一蹬，翻腾两下，方才有些狼狈的落地。下一刻，凌霄又倚至他面前，一边跟他过招，一边道：“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只可惜你敢伤我徒儿。”凌霄师傅被封了功力，光是拳脚功夫就打得狗贼还不了手啊，真是太厉害了。他能让师傅干这狗男人，但他的嘴又没废，他随时都有可能张口道出实情。而面对这种情况，陆瑶既插不上手，也阻止不了。但不知是不是狗男人被他师傅打惨了，打得应接不暇，根本没有闲工夫说点别的话。所以整个过程中，他都是闭着嘴没吭声。凌霄师傅，弄他，狠狠弄！他天天欺负瑶儿，不是个好东西。凌霄下手自然是不带留情的。瑶儿，快好好看看，这个平日里要上天的狗贼，眼下是怎么被干的？有没有很解气？苏怀被打得很惨，至少陆瑶觉得比自己下手时惨多了。陆瑶揍他时喜欢快很准的揍，捅他时也喜欢干脆直接的捅。可他师傅凌霄揍他不一样，毕竟实力摆在那儿，而且还是个晚辈后生，要是3两下就揍完了，岂不是不道德？所以师傅下手又让他痛，又不那么快，痛过头。苏怀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被凌霄给揍趴在地上了，一身黑衣全是血渍。到后来他单膝跪在地上，嘴里吐出的血滴滴在雪地上，尤其妖冶，看得我有些热血沸腾呢。要不是情况不允许，我也想上去来2下。我收拾一下欺负我徒儿的孽障，你2人莫要凑热闹给我送人头。苏怀动了动嘴，抬起头来，仍是直直看着陆瑶。徒儿可解气，要不要为师摘他狗头？算了，师傅，我们走吧。他要是再追上来，就请师傅帮我杀了他。我师傅是叶藏。此话一出，刚刚转身的凌霄猛然一震。你说的可当真？真不真，他最知道。说罢，他便又溢出一口鲜血，随即整个人倒在了地上。我还有事问他，他想死也得等跟我说了以后再死。我大老远来这里找灵犀角，结果都是这小子的圈套。这里要是真有灵犀角，我跟他姓。师傅审审他的2个狗腿子不就知道了？我徒儿说的是真的吗？没有灵犀角，都是你们这主子的算计。还是等主子醒来，由主子跟前辈说吧。苏怀靠着树一直没醒。他还有旧伤，正是为陆姑娘所伤。说着也不耽搁，
将随身携带的伤药取出，给苏怀上药包扎。不就是被捅了一剑，这都1、2个月过去了，还没好。自打陆姑娘离开以后，这1、2个月里，主子一边要忙朝廷里的事儿，一边呢又要想尽办法打探陆姑娘的消息，整天都在外面忙碌，伤口是反反复复崩开，一直都不见痊愈。看到这狗贼那么惨，那我就放心了。瑶儿，狗贼伤得好重啊，你快来看看，也高兴高兴。看不看我都很高兴。到半夜的时候，苏怀仍是没醒，还发起了烧。还请陆姑娘施以援手，救救主子。陆瑶似睡着了一般，没反应。还请陆姑娘救救主子。你主子不惜命爱折腾，他要死了便死了，与我何干？还请陆姑娘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哼，可我这人最不念旧情。要不我先去江湖上接个杀他的任务，回来他再死，这样他也可以发挥最后一点用处。你这妖女，主子几次3番饶恕你，你宣将仇报。你主子搅我分舵，还骗老子去给他做事，要不是我信他，瑶儿也不会被他骗得那么惨。老子还没说什么呢，你却好意思说我恩将仇报。瑶儿，你可千万别管，就让他死了干净。求前辈出手相助，救救主子。我又不会医术。但剑征知道，这位可是陆姑娘的师傅，只要他开口，陆姑娘多半会动手的。我家主子是叶藏前辈的弟子，一身武功都是为叶藏前辈所授。若是主子就此丧命，前辈也不会得知那些前情了。前辈之所以一路带着主子，不就是想弄清楚吗？徒儿，你怎么看？师傅莫要听信他一面之词，那都是他骗师傅的，不足以为信。徒儿见到叶藏前辈时，叶藏前辈可没说他收了这个徒弟。颠倒是非的是陆姑娘才对。陆姑娘与主子朝夕相处了这么久，怎会不知？朝夕相处？陆姑娘是我主子的未婚妻，当初是陆姑娘亲自找上门来找我家主子兑现这门婚事的。还有这事儿？他满口胡言，师傅别信。那狗主子和他的狗腿子都是谎话连篇的东西。我谎话连篇？我骗你的次数加起来还没有你骗我的多。陆瑶眉头动了动，睁开眼侧目看去，见苏怀竟醒了过来。他还发着高烧，双眸被烧得通红，火光闪烁也掩不住他的虚弱脸色，嘴角血迹未逝，他直勾勾地盯着陆瑶，眼神里的那股子偏执疯狂的病娇味儿，让陆瑶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你以为你毁了信物，就不是我未婚妻了？我相府上下满朝文武，皆知你陆姑娘是我未婚妻。他盯着陆瑶，又继续说道：叶藏是我师父，凌霄前辈若不信，大可等我伤好转之后，我会亲自带着前辈去找我师父。贱人，你住口！苏怀就笑，笑得肆意妖媚。到时候务必让凌霄前辈了解我师父的前情始末。说罢，他又缓缓耷拉下头去，没再有反应。我且先吊着他口气儿，等我问清楚了以后，你要杀要剐也不迟。他若骗为师，不等你动手，为师也会解决了的。一直到走出老傲山，苏怀的情况都不怎么乐观。苏怀的伤势在南怀一般的大夫还处理不来，何况眼下有医圣弟子在，剑征剑霜还去找别的大夫做什么？于是剑征剑霜脸都不要了，堵在陆瑶门前不走人，请他救人。陆瑶不理他，剑霜就在门外冷冷地对剑征说道：算了，别求他。他说的对，有点骨气的啊，别来烦我。我们去求他师父，他总不能不听他师父的。隔壁不远，他师父的房里依稀响起了2个狗腿子的话语声。陆瑶探出头去一看，就见姬无暇比他还积极地躲在门外听墙角。瑶儿，你快来，他们在讲你跟狗贼相处的事情啊，我都没想到你们俩居然发生过那么多事啊。
陆瑶黑着脸也去那门外一听，两个狗腿子还当真是不要脸，差点把他们狗主子形容成一个情深根重至死不渝的大善人了。房门又没关，凌霄当然知道他们在外面偷听，陆瑶也就忍无可忍地走了进去。你们还要点脸吗？把逢场作戏说得这么动听的，切，你们俩怎么不去茶楼里说书呢？我等也没有胡说，当初的确是陆姑娘主动来认与主子的这门亲事的。后来在皇宫里，陆姑娘频频惹事，哪次不是主子替陆姑娘善后？我都不止一次听见陆姑娘说爱主子，主子嘴上虽然没说，可她却处处为陆姑娘摆平了多少事。主子以往身边可从来没有哪个女子能近她的身，她身边也就只有陆姑娘一人，否则她也不会让陆姑娘与她同住主院，与她同进同出。现在说这些有毛用？那狗贼三心二意，不是娶了破长公主为妻吗？识相的就不要再来纠缠我瑶儿。我都说了，主子并非真心想娶长公主的。那还不是娶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可打听到了。听说他跟长公主如胶似漆的很，长公主搬去公主府，他还天天上门去看呢。哼，你懂个屁！我不仅懂屁，我还懂屎，不就是你现在这副样子？姐说，算了，毕竟这妖女的嘴就是开过光的，你骂得过她吗？陆姑娘有所不知，主子那日在衙下没能找到你，回去便疯了一般，关起门来，将长公主手下的100-200宫人尽数屠戮。长公主在主子手上也没能讨到丝毫的便宜。哼，确实是疯了，听起来也确实够薄情寡义，这很符合他的性子。你到底想表达个什么鬼啊？是想说那奸贼够狠，嫁给他不会有好果子吃吗？主子之所以答应娶长公主是有条件的，灵犀角在长公主手上，这是主子与长公主做的交易。起初我等并不知主子找灵犀角是要做什么，而今却是知道了，大抵是因为陆姑娘需要。真要如你所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感动一下？你主子为了帮我找东西，不惜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你不先来给我看看脉？你脉也就那样，有什么好看的？疗伤的药大致都一样。可我不光有外伤，我还有内伤。药方都一样。我突然觉得我又能说话了。紧张，去请凌霄前辈。我麻烦你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现在你的命是捏在谁手上？你还想要捏死我是吗？你再这样试试看呢？你以为我下不去手怎的？那我的伤你看是不看？药方你写是不写？你若不看不写，我也好早早的跟你师父交代遗言。陆瑶还是在床边坐下，手指搭在了他的手腕上。他不知道这玩意儿哪来的精力折腾。关于我师父，你是怎么与你师父说的？总要先对对口。叶藏前辈云游，我在京中有幸遇上，他身边也有良人相伴，便将信物托我还给师父。你最好是照着这个说，如若你敢透露半点风声，让我师父受到影响，我也不会让你有好下场。我没跟其他人好过。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说女人玩几次就腻了，对此你应该也是相当有经验的。他必然是有经验的，不然你怎么干得出来骗着一个又去领取另外一个的龌龊事来？我娶旁人并非真娶，结婚只是相爷用的手段，你都跟我订婚结婚2次了，我还能不知道吗？婚事只是交易。这我知道，不就是为了换取灵犀角吗？见证见双都跟我说了，我是不是应该佩服相爷忍辱负重啊？又不仅仅是交易。这我也知道。听说你把长公主身边的人全屠了，让她生不如死，你只有先把她骗出宫才好下手啊。不管是交易还是手段，你苏怀想干就去干，哪怕杀尽天下人，你既一开始就将我置身事外，那这些与我何干？我现如今知道这些，是不是还得感恩戴德一下？你千方百计找我，还是想报我那一箭之仇？你说的，我骗你一场，你还我一箭，
你我互抵。那你为何还紧咬着不放？因为你是我的老相好，因为我爱你，爱得要死。这狗东西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把这么恶心肉麻的话张口就说了出来。陆瑶猝不及防，给恶心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偏偏这厮毫无自觉，病得都快死了，但他那张嘴还真的是有毒。你走了以后，我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只想找到你。是你先惹了我，现在你想走，怕是不行的。我每天睁眼闭眼想的都是你，你越想逃，我就越想要找。我每天想你，想的都发疯了。我每天想你，想的都发疯了。你发什么癫啊？能别恶心我吗？跟旁人是差了点意思，我就只想跟你一起，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生生世世，永不分离。等我们将来……满是寂静，陆瑶耳根子也静了。瑶儿，你怎么样了？等我们将来有了孩子。话没说完，陆瑶手上一抽，反手又往他另一边脸甩了一耳光。那打脸声，见证见双还有姬无暇都是耳力好的，听得个清清楚楚。他大爷的，你敢对瑶儿动手，老子跟你拼了！谁打谁还不一定。果真，下一刻房里就响起了苏怀的声音：你打我，打上瘾了吗？门外姬无暇停顿了一下，然后将撸起的袖管又放了下来。你这么恶心，我不打你打谁啊？女人不都喜欢听这些吗？你竟觉得恶心？还得是我家瑶儿有胆魄，敢打那奸贼的脸。打他，打肿他！你放开我家瑶儿，你要是敢动他，我现在立马就杀了你。你要是敢杀主子，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上回在林中，你们是撒尿遇到的吗？要是不提这茬，大家估计都忘了。事实上，所有人都忘了，这奸佞还记在心里。是又怎么样？我和瑶儿走得好好的，就遇到你这两个小弟正随处撒尿呢。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光天化日之下的，竟如此的不检点。你们亲眼看见了？怎么没亲眼看见？要是没亲眼看见，那是怎么认出来这俩蠢货的？你满口胡言，说话能不能有点真凭实据？什么你亲眼看见了？你什么都没看见。主子明察，属下敢对天发誓，没让任何人看见。就是让这妖女看见了有什么要紧的呀？可关键是陆姑娘与她同行，她信口雌黄这么一说，是想害死他们吗？看了就看了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又不是没看过。还有，不过就是被人看了一下，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忙慌的跟你主子表清白吧？难不成你们被人看了一下，狗贼就不要你们了？这世上怎会有你这般不知廉耻的妖女？主子，千万不要信她，属下两人绝对没让陆姑娘看。我看了，嘴上这么说着，他还是走到桌边提笔开始写方子，又道：无非就是那么个样子嘛。见证见双已经无法为自己辩驳什么了，这陆姑娘是真的坑啊，坑得他们毫无反击之力。陆瑶只留下支药方，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哟，你们这是犯什么错了？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啊！两人挨完打以后，若无其事的穿好衣服，又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等南怀的事了，回京以后，我便送你们进宫吧。在宫里当差也不错。怎么，你们不满意啊？属下知错，随主子责罚，只要别遣走属下。宫里当差哪里不错？再不错，那也是个太监，好吧？不是要把心窝子掏出来给我看看吗？我现在来了，你掏出来给我看。你过来，我给你掏。我嫌脏了我的手。你以往骗我那么多次，也不见我把你捅个半死。是不是觉得很亏啊？你扪心自问，
我骗你那么多次，与你骗我这一次一样吗？我可有联合其他男人来骗你。你这么生气，还是因为你心里在意，见不得我娶别人是吗？这些事还当真是过不去了。过去，在我这里，除非人死了，才算是过去了。那就不妨再聊聊，人死不成心死总可以吧？现在想来，之所以这么生气，一是你大费周章地设下一个骗局来骗我，二是你要娶之人是几次三番要置我于死地的女人，三是你说我在意，我也确实有那么些在意，越在意就会越计较，会变得眼里容不得沙子，身心受不了背叛。但我确实不是纠缠不休的人，江湖人快意恩仇，有仇当日报，有恨当日消，往后江湖再见也是各不相欠。陆瑶眼里明净坦然，似乎再也不会因他起秋波艳恋，因他展桃夭灼华，只有曾相识一场而已，再无其他。往日云烟，现在他甚至连骗都懒得再骗他。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要娶别人，你不曾告知过我，我也不曾因此得到你什么好，所以这个锅我不背。以后再听到你狗腿子说什么是为了我，那嘴也别要了，我会让他们一辈子都说不了话。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千方百计的想找我，是为了什么？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江湖人，我也不快意恩仇，惹我的人让我不好过，我也绝不会让他好过。我要让他无处藏身，我要跟他纠缠到底，直到他做鬼都得跟我在一起。我要是死了，你会怎么样？我会来做个席，随个礼。你要是来随礼，我就让我的人把你按进我的棺材里。那我叫人帮我随个礼。你喜欢听甜言蜜语吗？你少恶心人。我很爱你，你过来，我把真心给你看。呸，真恶心。苏怀有些不满意了，盯着他说道：真心就真心，恶心就恶心，你为什么要说真恶心呢？你恶心人的本事还小吗？话已至此，我对你已毫无兴趣，你我婚约也随着你另取作废，以后我不饶你，你也别在我这儿兴风作浪，彼此相安无事最好。我不舒服，你过来给我看看。陆瑶头都没回。下一刻，苏怀侧身在床边吐了一口血，他伸手试了试嘴角，大抵也是装不下去了，恢复了他该有的那般猖狂劲儿，低头看着手指上的嫣红，说道：我若死了，也有办法搅得你不安宁，搅得你师父不安宁。我活着的时候，可能怕你会恨我，做事会留点余地，可我死了以后，还有什么顾忌？陆瑶顿住脚，他又走回来，苏怀的眼神始终就粘在他身上，他一手就粗暴直接垮了苏怀的衣裳，一手将针碾入他背上大穴，过程中冷静而不掺杂私情。就你眼下这情况，叫你死得快也是便宜了你。待他扎入最后一根针后将将收手，不想苏怀却忽然动手一把扣住他的腰，将他收进怀里，根本不容等他挣脱。这东西看起来虚虚弱弱的，但唯有在纠缠陆瑶的这件事上，他出奇的卖力。陆瑶突然有感，你就像一条被人抛弃的狗，真可怜。那你就可怜可怜我，陆瑶，我抱你抱顺了，换不了旁人。相爷不是说过吗？女人嘛，大抵都一样，有什么顺不顺的？外面想让你抱的女人排着大长队，让你每天换一个都能换到你七老八十。相爷早前也说过，很快便会对我腻了。如今倒正好，你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其他的人，找找其他新鲜的感觉，就不会觉得我这儿过不去了。再者，苏怀，我对有妇之夫没有兴趣。完成拜堂礼，完成夫妻礼，那才叫婚姻礼成。我既没与旁人拜堂，又没与旁人洞房，我族谱上的名字是你的名字，
与我行夫妻礼的人也是你陆遥。我若是有妇之夫，你说说，谁是我的夫？你与我说这些有何用啊？天下人皆知你已娶妻，你跟你的新婚夫人琴瑟和鸣，如胶似漆。这时凌霄和姬无暇的声音响在门外，陆遥回了回神，立刻正了正身子，再不松手，我还叫我师父收拾你。现在你既然醒着，我见你说话也顺畅，不妨就说说你师父的事。你师父当真是叶藏？正是。他何时收你为徒的？17年前。他素来清冷孤傲，为何会收你做徒弟？以前我弱小受欺凌，被人投以兽口，是师父救下了我。此后我便与师父作伴，他授我武功，使我强身健体，不至于再受人欺凌。让你强身健体，可没叫你作恶多端。那后来呢？后来师父云游四海，数年我才得以见上一面。再见师父时，他身边也有结伴而行之人。凌霄沉默许久，还是又问：那是个怎样的人呢？是个逍遥剑客，性情豪爽，正直善良，且仗义助人，与师父极是情投意合，对师父呢也无微不至，极是关心体贴。陆遥见他描述着，听来不由微怔。他面上似在回忆，叙说的自然而然，就好似他真的有遇到过那么一个人，能完完整整的将那个人形容出来。你师父他可有跟你提起过我？有。他怎么跟你说我的？师父说此生遇一挚友，虽道不同，却一心相交。师父还说虽正邪不两立，但他知道前辈至纯至善，至情至性，只是他学的一直是世间正道，终与前辈殊途，便希望此后莫再遇前辈。他这人认死理儿，就是倔，什么正道邪道，不过都是世人妄自评判罢了。师父有前辈赠予的一信物，知不宜再与前辈相见，但一直想将信物归还，这次恰与师父云游归来。他看了陆遥一眼，继续道：正好碰上了他，得知他是前辈的徒弟，便托他将信物交还，我想前辈应该已经收到了。凌霄点点头。可身边既有良人，确实不应该再留着这等旧物了。现在的情况他终于听明白了，这狗贼居然是凌霄师傅心上人的徒弟，难怪凌霄师傅这么关心这狗贼的死活呢。姬无暇又心想，凌霄师傅爱着叶藏前辈，而叶藏前辈的徒弟却对凌霄师傅的徒弟死缠烂打，这是个什么轮回啊？你们当真从小有婚约？你们从小就认识吗？凌霄师傅和叶藏前辈一人收你们一个徒弟，也是早就商量好了的吗？我与他自小有婚约，是父母辈在世的时候定下的，只是我与他从小不相识，在拜师傅的时候也不知师傅还有一挚友，挚友收的徒弟竟是我未婚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凌霄师傅，你信吗？我收徒儿的时候，他家破人亡，是我把他从火堆里捞出来的。师父收我之时，我亦家破人亡，孤身无依。我与你师父多少年未见了，我徒儿也瞒得紧，我更不知我徒儿竟还有个未婚夫。此事也断不可能是我与你师父商量好才各自收一个徒儿的。可要说这是巧合，也着实太过巧合。大抵是老天爷的安排。徒儿，以往你可没说你有这么个未婚夫啊。以往这未婚夫拿来也没什么用，徒儿便没说。后来因为要去找灵犀角，才到京城里认的。不过现在也没什么用了，定下婚约的信物已毁，他也已经另娶，我们当日便说清了，婚约就此作废。我们当日说清了吗？怎么没说清？瑶儿捅你一剑，你就该知道，你们已经亲得不能再亲了。你是叶藏的徒儿，与我徒儿又有婚约在身，
这原本是大好的缘分和姻缘，可如今弄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可惜呀。前辈，我心意不变。你少在这儿博同情。前辈，我心意不变。你少在这儿博同情。这辈子还真非他不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总归是你骗我徒儿在先，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是你有负他在先。我徒儿就是这性子，恩怨分明，谁对他好，他便对谁好，谁敢欺负他，他便加倍奉还。别说他，江湖上都这样。所以有今天这局面，多半是你自找的。凌霄师傅说的对，我徒儿脾气还算好的，不似其他江湖上嫉恶如仇的姑娘，因爱生恨，得不到就要毁掉。他不会，他得不到只会把你弄个半死再丢掉，谁爱要谁要。就是，我就是个薄情寡义的臭男人，有什么值得我咬要的？陆瑶摊着脸，就默默地看着自家师傅和姬无暇一唱一和。说来我有很大的责任，他是从小看着我过来的，有我的前车之鉴，我徒儿不会轻易自寻烦恼。师傅跟他说这些做甚？你莫看他父母双亡，但他的师傅个个将他当成宝，你自己掂量着看。我师傅的事儿和你师傅的事儿就此告一段落吧。为什么要告一段落？以后你若是再消失，我找不到你，还可以去找你师傅。我还以为你总算要做个人呢，看来还是对你期望太高了。你不憎我，我相信你是该报的仇报了，该泄的愤也泄了，你我前情过往就此两清了，是吗？你若也能这么想，当然最好。我可以这么想。既然如此，彼此都轻松，你千里迢迢来南怀，恐怕也不仅仅是来找我的，你应该还有别的事要忙吧？你若不再作妖，我可以助你尽快把身体调养好一些，然后各自去做各自的事儿。我会继续找你要的东西。每日两例。那我们重新开始。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听不懂人话吗？我也听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没听你说不可以重新开始啊。那我现在说，不可以。跟我不可以？那你想跟谁开始啊？你但凡要说得出一个名字，说一个我杀一双，除非你往后都不再有别人，我有的是耐心跟你耗着。是，你这妖女！我妖你爹的女！你家那狗贼当真没有与长公主拜堂和洞房？废话，那是当然。主子一心向着陆姑娘，别人女人他碰都不会碰一下的。那长公主几次三番给陆姑娘下套，别说主子碰她了，就只会让她好过。可外面都传他们俩关系好得很。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何况有的时候眼见都不一定是真的。不然你以为长公主为什么3、5日的搬去公主府？为什么？自是怕惨了主子，即便是她搬去公主府，主子也不会轻饶她，每次都带人去好好伺候她。就她之前试图给陆姑娘下那种药，主子没少喂给她吃。伺候？怎么伺候？你不懂就算了。是男女的那种伺候？剑霜没否认。你家狗贼变态起来的时候也是真变态。主子瞒陆姑娘时候你骂，主子给陆姑娘报仇的时候你也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爽他，就连他呼吸都是错的。我不骂他骂谁？骂你吗？就你这骂架没能力，打架又没本事的，爷爷我骂你都嫌浪费口水。去钱庄支些银票出来。主子要支多少？10万两。剑征一听，虽说不知道主子用这么多银票来干些什么，但还是第一时间去照办。到晚上的时候，剑霜就来敲姬无暇的房门。你要约架吗？哼，你跟我来。你叫我来我就来。要是错过了好事，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句话就成功的勾起了姬无暇的好奇心，所以姬无暇出门跟他去了，径直去了苏怀屋子。你找老子做甚？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收买我？上次你替我跑了一趟，你我冰释前嫌，此事作数。如今给你钱，只是有生意请你做。你又想干什么龌龊事啊？我仇家多，又有伤在身，以防万一呢，须得保命。
这10万两由你来保我的命，如何？也是，想杀你的人肯定成堆成堆的，可你自己小弟众多，用得着花大价钱请我吗？因为你是他好友。果然啊，你想叫我护你的命，你还试图想收买我，你以为有几个臭桥就了不起啊？你当我什么人了？那你是干还是不干啊？干就干，不过我无回门向来是做杀人的生意，还没做过保命的生意。你的命在黑市也至少值10万两，我现在保你比杀你难多了。事成后，你得再给我2万两。我从未见过你这么贪得无厌的妖女。谁叫我是他的好友呢？可以。姬无暇见他答应的如此爽快，突然有点后悔了。不行，再加5万两。你当钱庄是我开的？也是往后姬无暇才知道，他妈的钱庄还真是他开的。看在我无回门许久没开张的份上，今儿是这么久来做的第一笔生意，我就给你打个折扣，12万就12万吧。你若是时常跟他说我的好，我可以考虑再加3万。妥，不过我说归我说，我咬儿念不念你的好，那可就不关我的事了。但这3万两，你还是得照旧付我。丑话先说在前头，欠债不还，天打雷劈。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捡钱啊？嘿嘿，算是吧，我接了笔大生意。果然这乱世就是好发财。关于什么生意，除非姬无暇主动与他说，陆瑶平时并不多过问。上次你帮他杀人，以前的恩怨两消还算数吗？怎么不算数？我都替他干完了事情，他怎么地也该兑现诺言。你接生意，只要他别再追杀你无回门就好了。放心吧，他现在自身都难保，还想追杀我门中。我门中要是杀手出动，眼下绝对是取他狗命的最佳时机。不过碍于凌霄师傅的面子，我才没动他。不碍事。随着他都走下楼了，那年轻人还在回头看他。这一幕姬无暇在楼下大堂里看得一清二楚。待陆瑶过来坐下之后，他眉飞色舞道：瑶儿，刚刚那小生一直看你。你也一直看着人家啊。他要是不看你，我又怎会看他呀？长得倒是眉清目秀，有点俊朗的，可我总觉得就是差了那么点意思。也不晓得是不是看狗贼那张脸看多了，再来看这些江湖儿郎，都觉得寡素寡素的。你不是恨他恨得紧吗？我现在又觉得他没那么可恨了，怎么办？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没原则。他但凡要是对你好点儿，我就觉得他可以稍稍顺眼一点。我问他小弟打听了，你不知道，他对那长公主也是真的狠。我没兴趣知道。到如今我也算是看明白了，就他那种人，行事毒辣，对男的赶尽杀绝，对女的也辣手摧花。好像他确实就只对你好。你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能有什么迷魂汤？还不都是金钱的力量？有钱能使鬼推磨吗？我这不是有一说一吗？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也就对你一再忍让。换个人你试试，他还不把他整得爹妈都不认识。外面都传他和长公主如胶似漆是假的，长公主见了他，怕得跟见了鬼一样。所以你是被他收买了？你昨晚跟我说你接了一笔大生意，莫不是接的他的？瑶儿，你别瞎想，姐妹我是绝对不可能背叛你的。便是你接他生意也无妨，有钱不赚是蠢蛋。你门中那么大群人要养活，总不能一直不开张啊。瑶儿，有时我就佩服你，看得比谁都明白，恩是恩，怨是怨，你也分得清楚得很。但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我观前想后，其实狗贼也没有搞过实质性的背叛和伤害，他现在又这么惨，瑶儿，你就一点都不心软吗？一开始你接了一笔生意是要取他狗头，可结果没能成，事实上也没能对他本人造成一点伤害，那他为何后来一直调查你追杀你啊？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是不是这样？两人用完了饭，回房以后，姬无暇又道：那两个狗腿子说，他娶长公主是为了给你弄灵犀角。瑶儿，你心里有没有一些感动啊？感动？为什么要感动啊？他做了一件我不喜的事儿，为此计划周全的困住我，结果却被人口口声声说一切都是为了我便要感动了？旁人喜欢置身事外纵观全局，总以为自己看透了，清醒得很，所以就可以审判对错了。你喜酒，我喜茶，你觉得茶涩，我觉得酒苦，那到底是茶不好还是酒不好啊？可往往事实上是你觉得酒干，我觉得茶香，我评判不了你的酒，你也评判不了我的茶。我居然听明白了，只有身在其中，只有自己才觉得好与不好，是吧？从前我骗他，是因为我得在他手上谋生存，无非就是嘴上哄来爱去的，他验证的不是谎言。你若与人交心，你还会骗他吗？那当然不会，除非有什么生死有关的大事，万不得已。我也不会，后来我都避免再骗他，但他会。他这个人无所不用其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若是与我说一声他要娶那长公主换灵犀角，我怎会阻碍他娶？婚姻在他这儿无非就是儿戏，他不当真，我自也不会当真。想象一下，要是我知道你三师父要娶别的女人，管他真的假的，我肯定也难过死。你呀，还是换个人想象吧。要是换个人，管他娶谁不娶谁，我都没任何感觉。像我师父那样用情至深，很有善果。虽然姬无暇觉得那狗贼不值得被原谅，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只负责通个气儿，其他的事儿他可不干。于是一趁着陆瑶不在跟前儿，姬无暇就偷偷跑去苏怀屋里，把陆瑶说过的话给过一遍。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吧，说完了，不用谢我。都是他的原话吗？怎么可能？你觉得他原话我能一字不差的全记下吗？你下次可以试着记一记。狗贼，我奉劝你还是别那么多要求。瑶儿的大概意思你听听就行了。还不是你们俩说什么狗贼都是为了瑶儿才娶那破长公主，搞得好像是我瑶儿的错似的。你们还是去挨打吧。遇到陆姑娘挑拨离间也就罢了，眼下这妖女居然也会这招。当时情非得已，主子重伤，我等只是想让陆姑娘知道主子用心，请陆姑娘施救，才多说了几句。你们那叫多说了几句吗？我瑶儿根本不吃你们这套，现在傻眼了吧？留下这话，姬无暇就出去了。片刻，苏怀道：去领罚吧。后来姬无暇就坐在自个儿房里的窗棂上，又一边剥着花生米儿，一边欣赏庭院里两人挨打，还帮两人数数都挨了多少棍儿。倩霜气得不行：哼，妖女，你别得意。等你挨完打还没挨够的话，再上来跟我打呀。黑虎虽然没在房里乱飞乱窜，但他一直在。他看见姬无暇往苏怀房里来，他也就跟着来，蹲在苏怀的窗棂上，凶神恶煞的样子。两相对峙了一会儿，去弄只鸡来。黑虎看了看那鸡，眼神闪烁，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只鸡被交到苏怀的手上。你想干什么？你拿鸡干什么？想不想吃？黑虎一脸抗拒。鸡有什么好吃的？又不是没吃过，我绝不会为了区区一只鸡而低头。接着，苏怀扬手就把一只鸡朝他抛来。我干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向我抛鸡？我为什么要接啊？主子，陆姑娘与别的男子共进午餐。苏怀披衣出房来，一脸病容，头发随意拢在脑后，往走廊便凭栏而立，俯眼就能看见整个大堂的光景。他确实看见与陆瑶同桌的有一个年轻人，甚是爽朗健谈。只是他站在楼上看别人，不成想他也成了客栈里的一道风景。我雅儿长得美，
那些个江湖儿郎都想上前搭讪，就眼下这个，昨天不小心撞了瑶儿一下，今儿个就借着赔罪之名，非要请瑶儿吃饭呢。没想到你这长相在江湖上也十分吃香啊。桌上饭菜是陆瑶点的，只是没想到这个江湖兄弟过来争抢着替他付了钱，他也就跟人聊了两句。随后凌霄下了楼来，那兄弟也就识趣的走开了。姬无暇便也跑下去一起吃饭。后来到了晚上的时候，陆瑶打开房门，就正好见到白天请他吃饭的那兄弟正从门前匆匆走过。只不过他看见是陆瑶，立马把头垂下，抬手遮挡着脸，甚是不想让陆瑶认出他来。瑶兄这是怎么了？没怎么，姑娘晚上好啊。陆瑶依稀见到了他眼角的淤青。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姑娘再会。啊，你且等等，这个兴许能对你有帮助。多谢姑娘。可他刚要伸手来接，隔壁2间开外的客房房门突然打开。你要是敢给他，我就杀了他。那兄弟稍稍抬了抬脸，循声看去，陆瑶便得以见到他的脸，原本多俊朗潇洒的一个模样啊，硬是给人揍得五颜六色。陆瑶转头看脸那边的苏怀，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儿，除了他还能是谁干的？最后陆瑶没再把药给那兄弟了，他再小的不过，照那狗男人的后劲儿，他既然说得出就做得到。你是什么毛病又犯了吗？他是吃你粮了还是欠你钱了？你把人打成这样。看不出来吗？我嫉妒。姬无暇就坐在上下楼梯间的栏杆上，一边啃地瓜一边看戏。你嫉妒？你嫉哪门子的妒啊？你竟敢对他有说有笑，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别以为就只你在京都里受欢迎，我瑶儿在江湖上也是很受欢迎的。以往行走江湖想搭搭讪的小伙子多了去了，你要是都去嫉妒，不得把自己妒疯了。你要是闲得发癫，你就透个风声出去，有的是人赶着来给你杀。说罢，他就转身回房，砰地关上了房门。姬无暇走上楼来，看了苏怀一眼。堂堂一代奸臣，你真该回房照照镜子，看看你这妒妇的样子。苏怀浑不觉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妥。下次有人搭讪他，你告知我。那得加钱。瑶儿，狗贼去找你师傅了。他找我师傅干什么？谁知道他又去干什么？进去好一会儿都不见出来，我这不就来告诉你吗？这种情况陆瑶是没办法不管不理的，放下手里东西就去找他师傅门前了。敲门进去一看，果真那狗男人和他师傅正坐在窗边的鸡案上两旁。他看着苏怀，这东西这些天倒是养得快，前几天还卧床要死不活的，现在好不容易好点了，他就不安分的到处出来作妖。之前胡乱揍人也就罢了，眼下还来霍霍他师傅。你看那狗贼，气质这块真是拿捏的死死的，一半病一半疯，一半仙一半魔啊。你这是夸还是骂？咱得有一说一，人坏就是坏，皮好就是好，一半一半吧。徒儿有失。没想到师傅与他在一处，徒儿只是过来看看，不知师傅跟他在聊什么。你想进来听吗？也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摆明了就是他俩想进来听，凌霄也不想让他俩听。他只是想向苏怀多了解一下故人情况，这事儿恐怕没人能比苏怀知道的更清楚。当然他自己想打听的事儿用不着那么多人掺和进来。姬无暇还想听听墙角的，结果被陆瑶拉走了。你让我听听。你以为我师傅会不知道吗？哪怕是你屏住呼吸，但只要你还是个能出气儿的，你就别想听我师傅的墙角。以往只是听师傅提起，不成想如今能得信与前辈相见一谈。我也没想到找了许多年没找到他人，到最后却找到了他徒儿。瑶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狗贼奸猾的很。他见你这里没处下手，他就往你身边的人下手，而且投其所好，一下一个准儿。他又是叶藏前辈的徒弟，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他跟你师父肯定是聊不完的话题，最后再借着叶藏前辈的师徒关系，拉近与你师父的关系，从而博取你师父的同情。越是这样，陆瑶才越不安心呢。狗男人上回特地跟他对了对口，他应该还不会丧心病狂的把实情抖出去吧？但陆瑶就是担心他师父会从言谈中觉出什么端倪来。徒儿，你对他可还有怨恨？要是有，一会儿饭后为师再帮你收拾他一顿。陆瑶看了眼桌对面的苏怀，他不受影响的吃他的饭。我跟他的恩怨早就两清了，没有怨恨一说。徒儿这阵子对他的态度，不是因为恨他吗？是因为他为了个人私心，骗我和师父白来南怀一趟。早与师父说过了，此人诡计多端的很。虽说如此，但此行也不是全无收获，我也得知了更多有关他师父的事情。徒儿，你就当是陪为师这一趟吧。徒儿，就算你跟他已经没有了感情，但他师父与为师的情分还在，为师将他视作半个师侄后辈。你们做不成夫妻，就做个普通朋友，见面打声招呼，友好客气为主，如何？只要他不作妖不作怪，我也不会这么不待见他。苏怀不作声，莫名搞得好像陆瑶是始作俑者一般。他蛮横不讲理，又狭隘爱报复。上次一个江湖友人并没有犯着他，就被他给打得面目全非了。就是昨日请你吃饭的那个。结果逼得人昨天晚上就连夜退房离开了。试想一下，要是为师喜欢的人被别的男人蓄意接近，为师也会想打人。而识相点的最好自己走，不识相的揍一顿也无妨。前辈说的有理。姬无暇都惊呆了，嘴里还叼着根菜，和陆瑶面面相觑。姬无暇眼神表示，这才是真正的迷魂汤吧？这才多久啊？才半天而已，你师父就被他搞到他那边去了。这也是陆瑶没有想到的。他瞒着你娶别人，这事儿确实是他不对。徒儿你捅他一剑，与他恩断义绝也是他该的。他能有今天，也全是他自找的，这个没得说啊。师父说的有理。不过话又说回来，咱们江湖人不拘小节，只要没拜堂没洞房，这婚姻就不算有效，不然江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抢婚的事发生呢？前辈说的有理。可事情已经发生，错在他自己，后果他也自行承担了。以后且看他还会不会再拿婚姻一事做筹码去交易。如若再有，为师替徒儿打死了事。不用了，师父，往后他与谁结婚随便他，与我无关。我要跟你结，也随便我吗？师父，你到时候还是替我打死了事吧。既然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徒儿，看在你叶藏师父的面子上，就多照看照看他的伤势吧。你跟我师父都说了些什么呀？不先过来给我换药吗？你先说了，我再给你换。我不着急。僵持了一会儿，陆瑶还是黑着脸先过来给他换药，结果这狗男人就跟个大爷们似的，靠在床头动也不动。脱衣服要我教你吗？你帮我。你自己没手吗？上一回夸我衣服，不是挺粗鲁野蛮吗？我喜欢让你夸。苏环，你要不要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你倘若对我温柔些，我兴许还不习惯；你对我越粗暴，我越喜欢。这贱骨头真是病得不轻。大抵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一旦有人给他2巴掌，他还觉得挺新鲜的。随后趁着陆瑶分神不备，
苏怀忽然就捉住了他的手。陆瑶怔了怔，结果这狗玩意儿却抓住他的手移到他腰带处，恬不知耻的带着他的手把手的开始解自己的腰带。明明是换个伤，偏偏这狗玩意儿给玩出了新花样。苏怀，脸是个好东西，你可以要一要。兄弟说手机看直播有多好？想要有你好吗？更舒适，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游戏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你是怎么蛊惑我师傅的？只是聊了一些我师傅的旧事，你师傅听得起兴。你就不怕说的越多漏洞越多？说全都是谎言，才担心漏洞。陆瑶心想也是，再者就算全都是谎言，只要从他这嘴里说出来，假的也跟真的一样。陆瑶手里拆完他的绷带，见伤口愈合的程度在预估范围内，就他这情况，反反复复的旧伤总算开始恢复。我师父不会因为听了你师父的旧事，态度就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大概我是我师父唯一的徒弟，你师父爱屋及乌，你不信？哼，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啊？连这种屁话都会信？我说我师父得知我未婚妻是凌霄前辈的徒弟，感到非常高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见我们最终能走到一起，尽他们当年未尽之缘。你师父听后也十分感慨。陆瑶又动手解他的绷带。啊？为什么又解啊？药还没换好吗？我想把我的药抠下来，给你这种人委实是浪费。你打算怎么处理你那没拜过堂动过房但却天下人皆知的新婚妻子？等回京以后，婚事会作废的。不管你怎么处理，这始终是你身上的一大污点，也是瑶儿的一大耻辱。就算你处理好了，你也是个二婚男。我们江湖上称颂从一而终，最不稀罕二婚男。确实，虽然我顾念于你师父的旧情，但我不能委屈了我徒儿。这事儿不管怎么着，始终以我徒儿的感受为首要。该说的也说了，他要是仍嫌弃你，那也没办法。我看这里越来越不太平了，还是尽快往太平的地方去比较好。至于你应该还有大事要做，这几日伤势恢复的也算正常。要不吃了这顿我们就各走各的，就此别过吧。师父，我们明日便走吧。这时陆瑶听见有人踩着周遭的屋檐，正从四面八方往客栈这边涌来。陆瑶能听见，苏怀必然也能听见，两人耳力自是比剑争剑双厉害，能从外面的兵戈铁马之声中清楚地分辨出来。去往门外守着。两人也不想处在门外听到点什么异常的动静，主子遣他们过来守着，想必也是不想让他们听吧。陆姑娘这是又愿意跟主子好了？别斗嘴。只不过这样的疑惑并没能持续多久，随着有十分清晰的脚步声第一脚踩在客栈的屋顶上时，两人神色不由一凛，总算察觉了去。这说明主子的行踪还是暴露了，但这是迟早难免的。陆瑶房里一片昏暗，隐隐淡淡的光线下，陆瑶与苏怀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作。陆瑶不由心里骂娘，他都说了，这狗东西身边才是最不安全的，结果他不去找苏怀，他还往自己身边来凑，是觉得就他自个儿被刺杀太孤单了吗？所以下地狱也得拉个伴儿。为了安全起见，你就不该来这儿。怎么不该啊？你房间现在就很安全啊。可我不安全。我安全你就安全，我不安全你也别想安全。陆瑶，我就是死，要和你死在一起。我去你妈的！他真想现在就把苏怀推出去，让外面那些人要打要杀随便。就在那杀手一脚踹开房门闯进来时，苏怀身影一掠，杀手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他扭断了脖子。与此同时，另一名杀手被陆瑶从暗处突然现身，手里匕首自其后背一刀捅进了心窝子。还能动我吗？托你的福，我现在是废人一个，还嫌拖累我不够。
那你我可以凑一双。他现在也是半个废人。陆遥想，他这身体情况多半也是被自己所伤才变成这样的，而自己亦是因为他的事儿才走火入魔，愈加严重，导致现在功力尽封不能动。当时时，苏怀忽朝陆遥伸手，一把拉住他的手，陆遥身子一栽，紧接着与他一起往地上滚了几圈，一起滚进了床底下。陆遥只觉得这狭小的空间实在叫人难受，有些喘不过气儿来。随之他回过神，发现喘不过气儿的原因不是空间问题，而是这狗男人将他实实在在地压在身下。屋顶上下来的杀手见屋里空荡荡的，只有地上躺着几具杀手尸体，见床上并未藏人，外头有杀声正酣，他们顾不上查看床底下，便又转头杀出了门外去。起开！陆遥怔了怔，他手臂箍在他腰上，收紧，将他死死地锁在怀里。后来他缓缓低下头去，把头埋在陆遥肩窝里，再没有别的动作。是要我把床掀了你才肯起是吗？把床掀了，让他们都来杀你我。哼，也好，你我泉下也能做夫妻。谁要跟你做夫妻啊？我们做了很多回。从他的狗嘴里总能听出其他的意味来。只听他那张狗嘴又道：房里做，房外做，林中做，水里做，还没在床下做。陆遥与他僵持着，但始终没有再动身试图挣脱出去。一是外面的情况确实不易出去凑热闹，二是照以往对他的了解，他若是再有动作，他可能说发疯就发疯了，不管不顾的在这床底下乱来都有可能。所以两人一直是敌不动我不动的状态，继续僵持着。小儿，你还在屋里吗？我在。狗贼呢？与你在一起没？他也在。还有气儿吗？没气到好了。姬无暇便放心的又杀了出去，便用道：没气儿好什么好？回头我找谁要钱去？他也兜着一股子火气。陆遥听见他边杀还边骂骂咧咧的：老子才走一会儿，贼孙子们就赶着来送死，送死是吧？难得你们的一片孝心，爷爷我照单全收。转眼间，这2楼的回廊蓄起了血泊，粘稠的血液顺着2楼的木地板缝隙间一片一片的往下淌，像从木板缝隙里拉开一片片红绸，很快又散去。姬无暇回来以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见争见双的压力。两人平时总是视她为妖女，相互很不对盘。见争见双眼见着这无灰门的门主虽然比他们主子差些，但武功也十分高强。他下手又快又狠，这些杀手在他的手上就像砍白菜似的，手起刀落，血光四溅。杀手见今晚死伤太多了，别说是得手了，甚至连目标的面都没能见到，再杀下去无疑是全军覆没，无一人生还。所以杀手得到头领的命令，立刻撤退。今晚你是要在这床底下睡一晚吗？我要在床底下睡也有个垫的。主子怎么样了？他要死了。主子受伤了？他脑子里进了个东西。进了什么东西啊？用我朋友的话说，应该是进了猪粪吧。陆姑娘，你怎么骂人呢？我骂的是人吗？我骂的应该是猪粪吧。瑶儿，你怎么样？我被卡在床底下了。既然这狗东西都不怕，那他怕个甚呢？虽说姬无暇是拿钱办事儿，但要是让姬无暇看见狗东西欺压他，不得当场弄他呀？姬无暇撸了撸袖子，俩傻子愣着做甚？还不快进去把床抬走？主子也在下面。姬无暇看他俩的眼神更像是在看白痴。你主子也在下面，你们还不赶紧动手？不过你们两个这么废，老子一个人也能把这床掀了。结果还不等姬无暇掀床，床底下就先钻出来一人。不是卡着了吗？怎么又能出来了？你们怎么在床底待了这么久啊？我人都杀光了，怎么还不出来？你们在底下干什么？面对姬无暇的八卦连环问，陆遥无力回答。
胸口被压得太久了，突然轻松了，他就咳了2声，成功转移了姬无暇的注意力。你受伤了吗？为什么咳啊？伤到肺腑了吗？我操他祖宗的，这群该死的渣渣！只是床底尘多而已。随后陆瑶和苏怀出门看看情况。陆瑶他们原本也是计划天亮之后就走的，只是临到离开之际被苏怀挡住了去路。要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当然是跟瑶儿一起回去喽。你剩下的账先记着，等回头我空了再来取。可你不是接了我的活，负责我的安危吗？老子今晚没负责你死活吗？现在你的人手来也来了，你的死活也用不着我操心了。我们不走，难道还留下来过年吗？你接这生意的时候，可没说你只负责到我的人来啊。姬无暇沉默，陆瑶看了看他，也沉默。上次说的那镜花明月湖，前辈打算何时启程啊？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这里没什么事了，择日不如撞日，我随后就走。哦，眼下也正是观赏好时节。狗贼还跟你师父聊了哪个地方的美景了呀？你师父喜欢云游，他可真是处心积虑的支走你师父啊！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拉扯清楚。徒儿，为师就不回瑶谷了，四处走走。无暇，你得护好我徒儿。凌霄师父放心去吧，瑶儿交给我。凌霄逍遥惯了，往往离谷一趟会数月不知所踪，也没有归期。对此，陆瑶和姬无暇都已经习惯的不能再习惯了。师父出游在外，应多加小心。凌霄头也不回，摆摆手。这个为师知道，徒儿莫操心，多操心你自己。你接他生意的时候就没问期限？主要是他一次性砸的钱太多了，我一时竟大意了。没加期限怎么了？你的要求无非是保你的命，现在你的命我保也保了，你身边那么多小弟在，以后还用得着我再保吗？你不会以为就给区区10万两，便要我保你的命保一辈子吧？那你觉得区区让你打一架，替我杀几个人，一晚上就挣10万两，你当钱这么好赚的？那你像怎么的？难不成我还要退你钱？你见过吃进去的肉还要再吐出来的吗？不妨折中一下。怎么折中？期限到我的伤势痊愈为止。你还欠我5万两，你要我给瑶儿说你的好，我也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账？到他肯重新接纳我的时候。这比要我保你一辈子的命还要不靠谱好吗？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接纳你？要是这辈子都不接纳你，那我岂不是这辈子都结不了账了？他要是下辈子、下下辈子都不接纳你，我岂不是下辈子、下下辈子也拿不回钱了？你怎么不想想，他明天或者下个月就能接纳我了呢？切，你可真敢想，我都不敢这么想，何况之前约定好的，我只管说你的好，我瑶儿念不念那是他的事。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所以他接不接纳你，不是你我交易完成的必要条件。那就同样到我伤势痊愈的时候吧。可说好了啊，你把钱准备着。要是有他在，我想我的伤势也会痊愈得更快一些。姬无暇给陆瑶拿了馒头，陆瑶洗漱后吃馒头时，姬无暇就去洗。瑶儿，你是怎么打算的？还能怎么打算啊？自然是回谷喽。明天就回啊？你有事忙你的去，我自行回谷便是。那怎么行？你师父走的时候把你交给我，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回？你叫我怎么放心啊？怎么不放心啊？以前我不也经常一个人出来走动吗？也一个人回去啊。现在能跟以前一样吗？你现在可是一点功力都不能用。这世上没有功力的人多了去了，人家是不是就不用出家门啦？
姬无暇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反驳他，好像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也不是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了，江湖规矩都懂，江湖套路也明白。但是遇到事情不能动武力，用拳脚功夫应该也能应付过去。何况我三师傅交给我的我没有还回去。诚然，就算没有姬无暇保护，现在的路遥也完全可以独自行走江湖。你走了，叫我一个人留在狗贼这里，那怎么行啊？我要是保了他的命，等他伤全好了以后，他卸磨杀驴怎么办啊？等我保护完了他，到时候他杀了我，泄他以前的仇恨，还把付给我的钱拿了回去，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箭三雕的事儿。你觉得他干不干得出来？那你借他生意的时候没想过这些吗？有你在的时候，他不敢这么干。你要是走了，他疯病一犯，什么坏事都干。不如这样吧，瑶儿，你随我一道，暂且再忍受那狗贼2天，等他伤一好，完事儿了，咱们就立马离开。是他叫你来游说我的？这倒没有，他只是说如果有你在，他的伤会好得更快些，这样大家都省事儿。我就问你，等他的伤彻底养好之后，我想走还走得了吗？我靠，我差点忘了这茬了，到时候咱俩都不是他的对手。狗贼，如意算盘打得真好。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也罢，瑶儿你不去也罢，我自己去。要是见势不对，我一个人也好跑路些。毕竟这姬无暇是拿钱应下的事儿，路遥也不再多说什么。唉，横竖你已经拿到了钱，你虽然打不过他，但是从他手上跑路应该还是没问题的。还有一部分尾款没结。多少？姬无暇对他伸出5个手指头，路遥摸了摸，可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觉得狗贼现在应该还是不会再像以前那么极端了吧？你方才不是还说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吗？是这么说，可我不是你姐妹吗？关于你的事儿，我觉得他至少得悠着来。路遥只短暂的眯了一会儿，就起身准备离开这儿。他放心姬无暇的办事能力，姬无暇也不必太担心他的处事能力。然而出了房门，一走下大堂，路遥和姬无暇就看见大堂里里外外都守满了骑兵，而苏怀正坐在大堂上一张桌前。相爷，后方的队伍已经抵达，先休息整顿，随后出发。既然已经起了，就过来吃早饭，吃完好上路。吃饭就不必了，我先走一步，路上自会解决。你要走？去哪儿？自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姬无暇走到桌边坐下，不客气地端起一碗粥嘬2口，拿了个馒头来吃。狗贼面前有碗粥，另外还有一碗，显然是给路遥准备的。你几个意思啊？我还没准你走。哼，这客栈是你开的，这路是你修的，我要走还得经过你同意吗？那你能走出去试试？狗贼你这就过分了，我留下来保你，这是生意，可我瑶儿要走要留，那是他的自由。大胆，竟敢辱骂相爷！我不仅辱骂相爷，我还辱骂你爷爷姑爷二大爷祖师爷。咋的了？要来干架啊？居然还有辱骂相爷到至今还活着的人。是他的自由，我不让他走也是我的自由。你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你见他什么时候正常讲理过？你师父不在，我理应确保你的安全，不会让你独自回去的。你若非要走，等我得了空，我再送你回去。你当真会放瑶儿走？你什么时候得空过？我可以抽空。就问你什么时候可以抽空吧。凡事好商量，等这里的事了了，你要走，我便送你回去。一会儿把这个换上，随军出发。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你若不换呢，我可以给你换。还好商量？你这是好商量的样子吗？
这狗东西从来就是想什么做什么，他分明就是计划好了，必须要带他上路，哪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啊？我还以为我正在改过自新，你却不领情。要以往，别说亲自送你回去了，你但凡要敢走，我就打断你的腿。真他妈是谢谢你！满堂都是骑兵严防死守，就是姬无暇帮他，想从这儿全身而退也是够呛。他等你伤势痊愈，你们的交易就算完，到时候无需你送，他与我同行而返，也能保证我的安全，如何？可以。听起来像是他退了一步，可实际上陆咬蓦地觉得他的基本目标就是这样。我咬儿，快别气了，过来吃饭，吃饱了再气。陆咬不得不摆正心态，不然迟早得气炸了。饭后，姬无暇一把从剑征手里拿过2身盔甲就上楼去了。两人在房里乔装了一阵儿，等乔装好出门之时，剑征剑双完全都认不出来人。两人膀大腰圆，身高也往上提了不少，等混在骑兵队伍中就是彻彻底底的普通士兵2个，甚至普通的还有点丑陋。姬无暇还好一些，尤其是陆咬，怎么丑怎么来，他就不信膈应不了那狗东西。剑双对着比较丑的那一个不确定道：妖女。结果旁边的姬无暇突然抬脚踹他一脚：你在这儿。苏怀在堂上等着，闻声回眸看了一眼，眼神就直直落在陆咬身上，也没说什么。出发吧。好看吗？丑极了。那你看甚？丑就不能看了吗？哼，也是，相爷口味一向非常人所能理解。陆咬手上动作利索，给他包扎好以后系上个结，正要起身，苏怀问他哪去？你的伤已经处理好了，我自是回去睡觉啊。这里难道不别外舒服些？就在这睡。实话实说，这里还真没有外面舒服。外面可以挡风吗？有软和的垫子吗？可以给你躺着卧着睡吗？外面没有你。马车里默然安静了片刻，就连陆咬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真是强有力道，无可辩驳。他没话说了，陆咬才满意的下车。殊不料将才一脚踏出去，身后狗男人又突然起身靠上前来，又一把将他拽了回来。两人都有些被对方惹毛了。陆咬见着他莫名就像个穷途末路之徒一般，逮着什么就狠狠拽住，要么就破罐子破摔。苏怀终是没有对着他那时刻引诱着他的唇瓣狠狠亲下去，要是以往他定是毫不犹豫的掠夺，可如今越是进了心里，便越是有了顾忌。你这个样子越发让我觉得你可怜的像条丧家之犬。苏怀笑，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我最可怜最可笑的样子全都让你瞧去了，你以为我还能让你独善其身的离开吗？他视线落在陆咬唇上，眼底里分明漫上丝丝欲念，但就是没动弹。我咬儿，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见马车晃得厉害，你们是不是打架了？咬儿，你要不要我帮忙啊？那是主子和陆姑娘之间的事，你还是不要管了。这种情况他们见得多了，有多远走多远才是最明智的。我姐妹的事我怎么不管？你俩给我滚开！我劝你啊，不该听的你还是别听的好，又不是3岁小孩，连这点事都不懂吗？你以为你们很懂吗？你以为狗贼和我咬儿在干什么？在马车里睡觉吗？我呸！就狗贼那样自身情况不清不楚的，还想指望我咬儿在这档口跟他睡觉？我去你祖宗的！给我1000两银子敢不敢？他们绝对在打架。